女子因被牛头马面勾错了魂，阎王便给了她一次重生的机会，谁知却被智障系统带错了队形，最终穿越到了60年代。原主也叫洛星星，爹不疼妈不爱的她从小在爷奶家受尽虐待，干着最多的活，吃着最糙的饭，受着最多的打骂。善良的她到最后一刻都还在护着爷奶，却不慎磕到头晕了过去。就在这时，智障系统带着21世纪的洛星星穿了过来。3天后早上8点到火车站集合，迟到就按逃避劳动改造处理，罪加1等。领导，我孙女年纪小，什么都不懂，能不能让她留在护城？17岁可不小了，和你们2个老东西一样，都是剥削劳动人民的坏分子，必须去农场接受劳动再教育。恶狠狠的呵斥与卑微小心的哀求混在一起，吵得洛星星脑袋发疼。他摸了摸额头，手上黏糊糊的沾了血，很快就理清了眼下的状况。既来之则安之，洛星星迅速调整好了心态。童子在不在？我的名字是 HEQ， 是高情商系统，能帮助宿主在艰难年代左右逢源，八面玲珑，实现逆风翻盘。不会，我只会对人。洛星星想也没想就对了回去。要知道她前世可是个能对天对地的奇女子。欣欣，你受伤了，我来帮你包扎一下。孙女醒过来后就傻乎乎的，该不会是撞傻了吧？安慰爷爷，让他安心，奖励3积分。积分能做什么？可以在商城购买物资。叫什么叫？答不了。洛星星之所以这么凶，是因为原生父母在海外，他在家常被叔叔婶婶和堂弟堂妹欺负，老两口很少替他出头，还让他别小题大做。直到今天，洛维安掏心掏肺对待的小儿子一角，为了撇清关系，不仅和他断绝往来，还诬告他莫须有的罪名。原主洛星星刚才护着他和老太婆，被那些人推了一把，额头撞在柜角，差点丢了命。患难见真心，以往他疼爱的儿孙们如今都背刺了他，只有洛星星还忠心耿耿护着他和老太婆，所以洛维安心里既内疚又懊恼。老头子，这是要逼嘎我们了，让我去农场和乡下人一起干活，我还不如嘎了算了。洛老太哭哭啼啼，吵得洛星星脑袋更疼了。贴心安慰奶奶，让她停止伤心，奖励3积分。洛星星没理他，直接点开透明面板的积分栏，果然有3积分，是刚才对洛维安的奖励。原来这智障系统只看结果，不管过程，不管他是贴心安慰还是毒舌回怼，只要达成目标就行。这下他放心了，吃穿差点，干活苦点，甚至被当成走资派都没关系。可要是不能对人，他真活不下去。乡下人可不想和你一起干活，人家是伟大的贫农，你是万恶的资本家，你不配。洛星星的嘴半分也善良不起来，他就是要提醒这矫情的奶奶认清现实。果然，洛老太立刻止住哭泣。孙女向来胆小省言，在我和老头子面前恭恭敬敬的，怎么突然说话这么刻薄？洛维安也察觉到异常，要不是洛星星相貌没变，他都要怀疑是换了个人。你怎么跟我说话呢？我是你奶奶，没大没小的嘎丫头。说好话哄奶奶，让她消气，奖励3积分。让你孝顺的儿子和孙子来跟你说好听话啊！昨天那一家白眼狼还来家里吃晚饭，吃饱喝足骗走洛老太200块，今天就带人来断亲，一家子都是狼心狗肺。洛老太脸色刷得雪白，受不了这打击，眼前一黑晕了过去。请宿主认真配合，不要自作主张。不行，我再打一回呗。请宿主积极面对，未来肯定是美好的。你说让老太太消气，我超额完成了，都差点让她断气了，所以你得多奖点积分。洛星星继续 PUA 系统，还说得理直气壮。系统半天没出声，他的 CPU 在飞快运转，思索着洛星星的话是否正确。要么嘎，要么就这样，爱咋咋地。洛星星给了系统2条选择，他始终认为生命的厚度比一切都重要，而这份厚度的关键恰恰在于乳腺的通畅，因此他下定决心要将这份毒舌贯彻到底。果不其然，积分很快就到账了。洛星星查看了一下，共有12积分，系统给了他双倍奖励。他点开商城，只见3样商品亮着：大力卡5积分，时效1分钟；听心卡3积分，时效3秒钟；大肉包1积分一个。他买了一张大力卡，虽说价格贵了点，但关键时候能保命，还买了一张听心卡，剩下的4积分，买了4个大肉包，全都存进了系统空间里。老头子，他们怎么能这么狠心？我们到底哪里对不起他们了？洛老太醒来后，眼睛直愣愣的，过了许久才缓过神来，放声大哭。洛星星听得很不耐烦，还不赶快收拾行李去，粮票、钞票、厚棉被和棉衣都带上，要不然去西北等着嘎吧。你个嘎丫头，眼里还有没有尊卑？居然敢指派我们干活！以后去了西北，你每天都要脸朝黄沙背朝天，比收拾行李苦1000倍，早适应早好。洛星星对完，便回了原生的房间。原生在洛家没什么地位，前些年时局愈发紧张，洛维安辞退了家里的佣人，让原生和洛老太一起做家务，可活全是原生干的。他任劳任怨的当牛做马，却只能住佣人房。明明楼上空着好几间房，洛老太却要留给1年才回来住几天，平时都空着的儿子孙子。孙女说的对，去了西北后只会更苦，还是早点适应的好。以后你对欣欣好点，别总骂她。如今可只有欣欣陪着我们了。我骂她是为她好，姑娘家干活不勤快，以后怎么找婆家？戴了这顶帽子，还能找什么好婆家哟？能在西北农场活下来，已经阿弥陀佛了。洛星星躲在房间里吃大肉包，系统出品，必属精品。这是他2辈子加起来吃过的最香的肉包，他一口气吃了3个，再点开面板，果然又多了6分。原来不管是毒舌还是温柔的哄，只要能达到积极的结果，系统都会奖励积分。果然是智障系统，真不错。洛星星又买了5个大肉包，全都存进空间，不管什么时候取出来，肉包都和刚出笼时一样新鲜热腾。
还剩下1分，留着以后买。他半靠在床上思考未来，头上这顶帽子一日不摘，就一日没好日子过。现在才1966年，等公家摘掉至少要等10几年，他得想办法早点摘了。不过洛星星并不慌，毕竟他可是有系统的人，吃喝和自保不必担心，剩下的就是立功了。捋清未来要走的路后，洛星星心里更安定了，拿起镜子想看看现在的模样。怎么回事？我的脸怎么了？穿来60年代没关系，头上戴帽子也没关系，可脸上这个胎记让洛星星大受打击。他气冲冲地冲了出去。女子刚被智障系统误送到60年代，就被扣上了走资派的帽子。这还不算最糟的，即将被送去大西北改造的她，竟发现自己的亲爷爷在她脸上造了一大块胎记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说过去买菜总有人跟着，所以昨晚我配了点药水给你用上了，早上没来得及和你说。立刻马上给我洗掉，实在是太丑了。欣欣，农场那边乱得很，你还是顶着这个脸更安全些。你以为这么一张脸能防得住恶人？你可真天真，赶紧给我洗掉。你怎么和你爷爷说话的？没大没小的打丫头，真是头白眼狼。那我现在去断亲，再给你添几条罪状，怎样？我活不下去了，让个小辈指着鼻子骂，我不活了。不想活就去嘎，省得拖累我。欣欣，你奶奶她心情不好，你理解下。我心情就好了，谁来理解我？你少废话，赶紧给我把脸弄回来。洛星星更不耐烦了，又不是他亲的爷爷奶奶，而且对原身也就那样，他愿意跟着去西北，已经很仁至义尽了。我没有解药，不过半年后药水会自动消失，半年而已，眼睛一睁一闭就过去了，很快的。老爷，他是不是脑袋撞傻了？脾气这么暴躁。以后别叫老爷了，让人听见又是麻烦。二老在外面哀哀戚戚，洛星星在屋子里睡得十分香甜。2小时后，洛星星醒来后查看了下积分余额，总共有7积分。童子还活着不？活着是活着，可最近过得不太好。系统有些无精打采，他到现在都没缓过来。明明他是高情商系统，可绑定的宿主却长了张翅砒霜的嘴，舔一口都能毒嘎自己。好在后台并没发现真相，每次宿主毒舌对人后，后台都判定任务完成，让他稍稍宽慰了些。有口气就行。童子，商城有没有其他食物，比如麻辣干锅、香辣烤鱼、红烧肉、烤鸡、烤鸭、小笼包这些？暂时只能开通3样，其他的啥时候开通？宿主逆风翻盘，改变命运，商城会开通更多的商品。欣欣，该做饭了。洛星星走了出去，看到了没？站那喝西北风吧。欣欣，我和你奶奶真不会做饭了。不会就学，谁天生会的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摆老爷谱，嫌头上的帽子不够沉。对了，我要去黑市换些全国粮票，把家里的现金都花光，反正带去农场也是货。对对对，尹章，把钱给欣欣。钱都花光了，去农场等着挨饿吗？耐心和奶奶讲道理，让她认清现实。商城开通大米，奖励5积分。你动动脑子行不行？那可是劳改农场，好人没几个，坏人倒不少。你带着一大笔钱过去，是等着让人抢劫吗？以后家里我管账，钱和票都放在我这。洛星星懒得再废话，直接去了洛老太的房间，一榔头砸了箱子上的锁，拿出个盒子，里面是满满当当的大团结，还有不少粮票。他数了数，现金有5000多块，200斤全国粮票，还有些护城粮票和肉票、布票等。60年代有这么多钱，不愧是资本家啊！这是我的钱，还给我！你又蠢又自私，根本不配做当家主母。曾祖母当初就应该反对到底。看看你生的儿子孙子，全让你养成了白眼狼。洛星星毫不客气地骂了洛家的所有人。洛维安色迷心窍，娶了这愚蠢自私的老太婆，生的儿孙没一个有出息的，还都是白眼狼。我那个爹但凡有点孝心，就应该坚持季外会回来，这样我们一家也不用去西北了。隔壁刘家可留了下来，人家就是因为有个孝顺儿子，每年都坚持季外会。你也是我养大的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没良心，因为我也是白眼狼。人家刘太太知书达理，不愧是大家闺秀，生养的儿子就是比你生的优秀100倍。隔壁刘太太是洛老太一辈子的假想敌，样样都要和人家比，但样样都比不过。宿主请住嘴，奶奶离心梗还有1分钟，如果嘎了，我和宿主都会消失。洛星星只好先闭嘴。洛维安找出救心药，给洛老太服下。他看着孙女，很想说些什么，却又不知道说什么好，最终化成一声叹息。难道真是妻子的种不好，所以才会生出2个白眼狼儿子吗？洛星星懒得管他们，戴上口罩出去了，顺便查了查积分，很不错，已经有30分了。他大概摸清楚了智障系统的尿性，系统发布的任务奖励积分多一些，他自由发挥的；奖励少一些，蚊子腿再小也是肉，他不嫌弃。商城多了2样商品，大米和青菜，大米和青菜都是1积分1斤。系统这么给力，我以后可要对他好一点，毕竟在这个年代，童子是我目前唯一能信任的伙伴了。童子，咱俩宇宙第一好啊！洛星星深情地说了句，半天没得到系统的回应。你为什么不回应我 ？CPU 烧了，请宿主别装温柔 ，CPU 有点受不了。我老早就说过，洛家迟早要倒灶，西北苦的要死，洛家人肯定回不来了。一个面相不善的大妈冲洛星星泼了一盆水，说的话极其恶毒，其他邻居们都看着，没人帮他出头。现在这个时候，谁都不敢和洛家人沾边，怕受牵连。宿主用真情感化邻居，让他们不再说风凉话。商城开通猪肉，奖励5积分。好在洛星星往后退了几步，没被见到。放心，你肯定嘎在我们前头。
你个哒哒哒的敢骂我，我打死你！洛星星先下手为强，对着这老女人的肚子踹了，大妈重重摔在地上。不得了了，洛欣欣这个坏分子竟然对老百姓动手，要打死人啦！洛星星懒得废话，冲着老女人又踹了几脚。这个哒哒哒的以前就没少欺负原身，新账老账一起算，反正都要去西北了，怕个鸟！哼，别来惹我，否则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。随后，洛星星跑去黑市换了500斤全国粮票，又购买了一些食品和日用品，全都存进空间里。女子穿越到60年代后做的第一件事，便是跑到黑市兑换物资，并将所有东西都存进了空间里。只因几天后，她就要被送去大西北改造。如今空间里已经囤了不少物资，洛星星心里也踏实了许多。就在她快要到家时，忽然被人叫住了。欣欣啊，过来一下。叫她的正是洛老太的终生假想敌，隔壁的刘太太。你头上的伤是哪些人打的？怎么戴口罩了？是不是脸上也受伤了？就额头，脸上没有。虽然是第一次见面，但面对温婉慈和的刘太太，洛欣欣的语气不自觉地软了下来，乖乖地扯下口罩，露出了紫黑的脸。刘太太倒抽了口冷气，急着问是怎么回事。是我爷爷配的药水，半年后就会消。这个好，半年后继续上药，能护住你。这个你拿着，一定要好好的，再苦再难都别嫁那边的男人，不然你一辈子都回不来了。就算真要嫁，也得找个品行好的，有困难就给我写信，千万别硬撑。我会好好的，您和刘爷爷也要好好的。骆老太不怎么管原神，只提供吃穿，要是打麻将输了，回来还要拿原神撒气。骆维安一天天忙着出诊，更没空管他，反倒是隔壁的刘太太会教导原神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，还给他做新衣服。原神第一次来例假，也是刘太太帮忙处理的。对原神而言，刘太太更像他的母亲，是他的灰暗童年里难得的一抹温暖。和刘太太分开，洛星星回到家，打开布包看，有200斤全国粮票，还有200块钱。宿主的贴心满足了刘太太的慈母之心，检测到宿主是被我持之以恒的念叨教育好的，孔亲甚伟啊！奖励10积分，你也是够臭美的。洛星星想了想，拿出30斤米、5斤肉，还有1罐麦乳精和1包奶粉，装了一大袋子，扛着去了隔壁。你拿这些东西去哪？好言安抚奶奶，让她别找刘太太闹。商城开通鸡蛋，奖励5积分。骆万清的老婆，也就是您的儿媳妇，四处跟人说您不仅草菅人命，还水性杨花。奶奶，您可能要多戴一顶破鞋帽子了。洛星星张口就是瞎话，骆万清是他那白眼狼叔叔，他胡说八道，我找他去。骆老太脸都气白了，怒冲冲的去找儿媳妇算账。她一辈子就丈夫一个男人，绝不容黑心儿媳妇造谣坏她名声。骆维安担心她吃亏，也跟了过去。洛星星得意的笑了笑，提着袋子去了隔壁刘家，敲了几下门，开门的是个年轻帅气的兵哥哥。洛星星眼睛一下子直了，哇，真帅啊！可男人只看了他一眼，立刻就关了门。搞啥子？阿荣，谁来了？一个吊煞鬼面孔的女人。阿奶，是你认识的人吗？长着好看面孔的丽蓉，说话却比吊煞鬼还毒，而且语气特别认真。她这2天休假，特意来看望刘家夫妇，顺便帮忙修家里的东西。门外的洛星星听得清清楚楚，气得脑壳疼，对丽蓉的好印象瞬间消散。刘奶奶，是我。人家小姑娘长得很好看，你这嘴毒的毛病能不能改改？吃的亏还少吗？我说的是实话。宿主用温柔善良感化对方，让他知道你的心灵美。商城开通清水，奖励10积分。哼，长了张猢狲面孔，还好意思说别人？猢狲没我好看，你不能睁眼说瞎话。在我这儿，你就是猢狲，一边去！刘奶奶，这些东西您慢慢吃，我走的时候就不来告别了。说完，他转身就走，还不忘冲丽蓉翻了个大白眼。刘太太打开袋子，看到满满当当的物资，本想还给骆家，但转念一想，这么多东西骆家也带不走，还是留下吧，以后多给欣欣寄些钱票就是了。她是谁？隔壁骆家的小姑娘，叫骆欣欣，长得蛮好看的，脸上是涂了药水才那样。以前我还想介绍给你呢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记得你说过她脾气很好的，和现在的吊煞鬼面孔简直判若两人。你这么说人家小姑娘，换谁脾气能好？阿荣，你这张嘴真得改改，平白得罪人，媳妇都娶不上。改不了，娶不上媳妇也无所谓，万一娶个我妈那样的，还不如打光棍。丽蓉吐槽自家亲妈时，嘴都善良不了一点。她亲妈以前是刘太太的贴身佣人，出嫁时刘太太也给置办了丰厚的嫁妆。直到刘家被扣上了帽子，丽母这才不和刘家往来了。他妈本来就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她没说错。刘太太叹了口气，转移了话题，问起了丽蓉的工作。我调去西北了，2天后就走。刘太太不用问也知道，肯定是得罪人了，而且得罪的不轻，不然护城军区绝不会舍得放人。你这回又说领导什么啦？没说啥，就是让他把儿子调去文工团当文艺兵，留在军营只会连累战友。你这孩子撞那么多次墙，也不知道收敛点，去了西北可别再犯傻了。西北挺好的，大蘑菇胭脂，长河落日圆，这话还是您教我的呢。去了西北后，好好照顾自己，别给我写信了。我和你阿爷身份敏感，别牵连你。我心里有数，阿奶，这些钱和粮票您留着花，以后我再寄。我和你阿爷有钱，你自己留着用。刘太太不肯收，丽蓉态度坚决，她便收下了粮票，钱1分没要。
我们真的有钱花，不用操心我们。前些年每个月能拿200多块，你叔叔他们还寄钱，攒了不少。等我花光了再找你要。刘太太怕他不信，拿出存折给他看，确实还有5000多块存款。那好吧，离去西北还有1天，洛家行李收拾好了，厚棉被、厚衣服，还有些生活用品，装了3大袋子，其他的洛星星全装空间了。他又买了3张听心卡，总共4张，去找洛维安唠嗑了。爷爷，家里还有没收拾的要紧东西不？洛维安心里咯噔一下，脸色变得为难。洛星星立刻用了听心卡，那批宝贝怎么办？早知道还不如全让老大带出去呢。听心卡只能听3秒，就听到这么一句，没有了。洛维安没说出宝贝，这事只有他知道，连洛老太都不知情。藏得这么严密，那些人应该找不到吧？应该没人会猜到灶台下面藏着宝贝吧？洛家10几代的积累，而且老祖宗还当过宫里的太医，攒下的宝贝绝对不少。夜深了，洛星星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厨房，他拿了个棍子，在灶台周围一点一点敲，很快就在灶堂下找到了空心砖。撬开后，他钻了进去，没想到黑漆漆的灶台下面竟是个10来平方的暗室，装了10几个木箱，有1箱金元宝，1箱银元宝，剩下的都是各种珠宝首饰，还有医书古籍、名人字画以及人参灵芝等各种珍稀药材，都用上好的乌木盒子盛放，到现在都保存得很好。宝贝太多，他没时间一一查看，全都存进了空间，然后离开暗室，将灶台恢复原状，又将冰箱、洗衣机、电视机、收音机、自行车、名贵家具等都给收了。一刹那，洛家变得空荡荡的。洛星星楼上楼下检查了一遍，确定没有遗漏，这才放心去睡觉。女子穿越到60年代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将家里的所有物资全都搬空，只因她即将要被送去大西北改造。宿主用智慧保护了洛家的财产，商城随机开通3样商品，奖励100积分。洛星星查看了一下，目前有145积分。商城新增了瞬移卡，面粉和白糖3样商品，瞬移卡5积分1张，时效1分钟，面粉1积分1斤，白糖2积分1斤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起来煮鸡蛋、烙鸡蛋饼，准备带去路上吃，还把最后一点米煮成了粥。洛维安夫妇一想到即将踏上去西北的火车，两人就瞬间没了胃口。安慰爷爷奶奶，消除他们的离别愁绪，奖励5积分。赶紧吃，吃完上路。还沉浸在伤感中的老两口，总觉得这话听着有些不对劲，可一时又说不出究竟是哪里不对。吃过早饭后，洛老太自觉去洗碗，这时他才发现冰箱不见了。洛维安也注意到客厅的家具、电视机还有留声机都没了。老两口面面相觑，昨晚难道进贼了？不过他们还没来得及问洛星星，工作人员就上门了。该去火车站了，东西都收拾好了没？收拾好了，领导。咦，家电和家具呢？藏哪去了？报告领导，昨天晚上洛万清偷偷拉走了。好你个洛万清，居然玩明修栈道暗度陈仓，回头再找你算账。洛维安夫妇都懵了，洛星星说的信誓旦旦的，他们都有些相信了。好了，该上路了。洛维安夫妇敢怒不敢言，乖乖上了工作人员的车。另一边，丽蓉在刘家吃了早饭，也准备出发去火车站。她负责带队护送一批科学家前往西北科研基地。阿荣，要是欣欣遇到难处了，你能帮就帮一把成不？我会的。你去了西北后说话别太……算了，说了你也不听。总之要照顾好自己，我还等着喝你的喜酒呢。好了，阿奶，我该出发了。洛星星他们已经到了火车站，火车9点半开，站台上站了不少人，都是去西北农场改造的。就在这时，2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走了过来，一个30出头，一个40多岁，都表情严肃，看起来不太好相处。点完名后，两人做了自我介绍，年轻的姓郭，年长的姓杨，看情形应该是杨同志为首。把口罩摘了，长得丑，怕吓到领导。让你摘就摘，哪那么多废话？洛星星立刻摘了口罩，露出了吊煞鬼般的面孔，所有人都倒抽一口冷气。本以为这姑娘是谦虚，没想到人家是实诚，连吊煞鬼都比她这脸清秀3分。你还是戴上吧，这么丑的脸看着倒胃口，看身段还以为长得漂亮，没想到是真丑，摆下了这么好的身材。领导，戴口罩太气闷，要不还是摘了吧。让你戴就戴，少耍心眼。洛星星乖乖戴上口罩，背地里翻了好几个白眼。不过他已经确定，郭同志比较正直，杨同志是好色的阴险小人。宿主机敏地摸清了同行人的底细，商城开通黄瓜，奖励30积分。洛星星点开商城，看到黄瓜1积分2根，去西北后补充维生素就不必担心了。一上车，洛星星就被销魂的气味熏得想下车，汗臭味、脚丫子味、茶叶蛋味、葱花饼味，还有韭菜盒子、大蒜等气味混杂在一起，堪比阿三国的臭味。洛星星无比庆幸戴了口罩，至少挡了一半臭味。好臭，老头子，我们自己买卧铺吧，我都快被熏吐了。洛星星这回支持洛老太，这么臭的硬座车厢，只怕还没到西北，他的命就没了，所以他得想办法去卧铺车厢。老头子，我真不想活了。洛老太哭哭啼啼的撒娇，她受不了这个嘴，非要睡卧铺。从这里跳下去，一了百了。50、60岁的人了，一点苦都吃不了，动不动就哭，听着就烦。你还有没有良心？我是你奶奶。你还真说对了，我还真没良心。想嘎就赶紧跳，不跳就给我闭嘴。这回洛老太不敢再哼唧了，老老实实的靠着椅背闭目养神。对长辈忤逆不孝，简直大逆不道。一道讨人厌的声音响起，是写反动诗歌的中学老师，姓梅。洛老太朝他嘉许的看了一眼，简直就是他的嘴替。你孝顺，来，你给他当孙子。
你简直无理取闹！你那么孝顺，怎么还写反动诗歌？父母在，不远行。你撇下你爹娘跑外头，说不定等你回来时，你爹娘都变成坟包了，忠孝你一样都不占，你哪来的脸说我？洛星星的嘴像机关枪一样，骂的男人根本找不到机会反驳。你满嘴胡言，我父母活得好好的。有了你这么个不忠不孝的儿子，气都要气嘎了，好狗不挡道，滚一边去！洛星星找到卧铺车厢的列车员，用了3个肉包打听到卧铺车厢还有空床，他可以找列车员补卧铺票，但必须杨同志和郭同志同意。其实只要杨同志同意就行，郭同志都听他的。随后洛星星在商城买了10张听星卡，这一路上对人都有积分奖励，他现在有200多积分了。杨同志、郭同志，一路上辛苦了，吃个肉包。别搞这些歪风邪气。杨同志嘴上虽训，但肉包并没拒绝。用高情商拉近和2位同志的距离，一路上为宿主保驾护航。他现在彻底想开了，过程不重要，结果到位了就行，后台都没意见。他一个小小的童子更没问题。杨同志出来这么久，肯定很思念家里人吧？家里的黄脸婆才不想，倒是丽红那小妖精闲得很。原来这老色胚有个叫丽红的姘头。凑这么近干什么？回你的座位去！洛星星咬了咬牙，往前再凑了些。杨同志沉下脸准备骂人，却听到耳边的声音：丽红，我和丽红在一起还不到1个月，这丑八怪怎么会知道的？难道是张丽红那边出了问题，让她老公知道了吗？杨同志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向你汇报，我们去那边说话。杨同志阴沉沉地看了他一眼，站起了身，对郭同志嘱咐了几句，便和洛星星走了。洛星星找了个僻静的地方，在厕所旁边。有什么事赶紧说，别耽误时间。杨同志虽然装出公事公办的模样，但心里其实很慌。要是让单位知道了丽红，不仅饭碗保不住，还会下放去农场改造。就是张丽红，她说杨同志1寸3秒，什么意思？说你不行啊！他简直是一派胡言，胡说八道。昨晚从8点忙到10点，还这么污蔑我，这大大的规矩有他好看的。什么张丽红、王丽红的，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。别忘了你是走资派，是要去西北农场改造的。我在农场认识不少人，随时能向他们了解你的改造情况。昨天晚上8点到10点，你和张丽红鬼混。我要是现在向郭同志汇报，你是不是就要从杨同志变成洋流氓，然后和我一起去西北农场改造了？你直说吧，到底想要什么？小事，只要你同意我们一家去卧铺车厢休息就行，其他事都好说。不行。什么？你们是去改造的走资派，不是去西北享受的。那你还是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呢，结果服务到别人老婆床上了，我凭什么不能睡卧铺车厢？这不合规矩，其他人看到了肯定会举报。那就让其他人也去卧铺车厢，自己掏钱补票。杨同志，我给你和郭同志也补个卧铺，你们轮流休息，怎么样？补一张卧铺也才10来块，洛星星还是愿意出这个钱的。这不合规矩，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我去和那些人说，就不劳烦杨同志了。等等，得找个由头，比如身体不舒服。明白。你刚才说的张丽红同志，我确实不认识。是我搞错了，张丽红的姘头是个麻子脸，丑的要死，肯定不是你。杨同志咬紧后槽牙，阴恻恻地看了他一眼，转身回了硬座车厢。洛星星去找乘务员补了4张软卧票，准备回硬座车厢时，半路上和丽蓉打了个照面。你好，我在西北军区，你要是遇到困难，可以去找我。阿奶让我照顾你。托你照顾，我们好得很，就不劳猢狲。哦不，丽同志费心了。我叫丽蓉，还有我不是猢狲。知道了，猢狲，丽蓉同志。丽蓉深吸一口气，像是在忍耐着什么。隔壁是几位科学家，需要安静，你们尽量小点声，别一惊一乍的。我们很安静的，不像某些人说话像打雷。丽蓉没再说话，转身走了。硬座车厢的人越来越多，过道也越来越挤。请让一让，谢谢。同志，麻烦脚挪一下。同志，脑袋往里挪挪，踩到您不好。洛星星喊了一路，要不然一不小心就会踩到人，累得他满头大汗，才只走了半截车厢。虽然很小心，洛星星还是踩到了人，结结实实的踩了一脚。对不起，我没看到。没事没事。洛星星过意不去，便弯下腰想帮他拍掉裤子上的灰，可手还没碰到裤腿，女人就赶紧挪开了脚，脸色也变了。我自己拍，真没关系。女人用手轻轻拍了拍裤腿，还冲洛星星笑了笑，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。可洛星星能肯定，刚才他要拍裤子时，这女人绝对慌了，而且眼里还闪过一丝杀气。她不仅嘴毒，感应力也超强，绝对不会搞错。难道这女人的裤子里藏了危险品？这个相貌朴实的女人，会不会是间谍呢？洛星星顿时激动起来，面上却不动声色，取出听星卡。大姐，真对不住，一时没看到才踩了你。听你口音是西北那边的，你这是要回家吗？对，回家。可恶，差点让这丑八怪发现裤子里的枪了。果然是坏人，身上还带了枪，难道想在火车上搞破坏？大姐，我也去西北，听说那边缺水，是不是真的？确实缺水，习惯了就好。妹子，我困得很，要睡了。该死的，要不是怕暴露，老娘一枪结果了这丑八怪。大姐，我再问你个事啊，那边冬天冷不冷啊？我最怕冷了。冷得很，妹子，我要睡觉了，回你的座位去。女人沉下脸逐客，还冲旁边座位上的一个男人使了个眼色，男人便又坐下了。洛星星看在眼里，断定这男人肯定是同伙，说不定车上还有其他同伙。
大姐，我那边有空座位，要不你去我那坐吧？你是一个人不？谢了，我实在是懒得动弹。就在这时，又有一位男人走了过来，他下意识地朝洛星星这边看了一眼。哼，回头让老二试探这丑八怪，这次行动必须万无一失。到了庆阳会有人引爆炸药，那两个不识好歹的东西必须嘎，不能让他们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去华国。这回洛星星吸取教训，接连用了好几张听心卡，听到了不少消息。这女人至少有2个同伙，座位上的男人，还有刚刚走过来的眼镜男，另一个叫老二的，不知道是另有其人，还是这2个男人中的一个。庆阳应该还有这些人的同伙，会在铁路上放炸药，目的是炸死车上的那些科学家，想让华国的科学停滞不前。可恶！请宿主用机敏盒子会逮到这帮坏人，商城随机开通10样商品，奖励积分300。系统兴奋地发布任务，奖励前所未有的丰厚。刚才那个男人打了杯开水回来，可女人又交换了个眼神。大姐，我不吵你睡觉了，再见。专心想事的洛星星没注意到男人加快了脚步，突然撞了上来。对不住，同志没事吧？你长4只眼是摆设，我这么大的人都看不见，这么烫的谁你说有没有事？对不起，我真没注意。烫了我这么大一个泡，赔钱，至少赔5块。同志，我没那么多钱，要不赔你5角程度。我给你5角，我泼你一身开水成不？必须5块，不赔我就让乘警来评理。能做同一汤彻是缘分，要不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各让一步，赔1块怎么样？你的面子算个鸟！你和他一伙的吧？他没钱你出。突然他注意到有个5大3粗的年轻男人朝他这边靠近，但被眼镜男用眼色阻止了，显然也是一伙的。同志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你别骂其他人，给你5块钱。眼镜男掏出了5块钱，还冲帮他说话的中年男人感激地笑了笑。长得丑，心也丑，碰到这种人真是倒霉。你长得好看，你脸比屁股大。杨同志、郭同志，这是你们的卧铺票。我奶奶身体极差，身上没一个好零件，就跟那老爷黄包车一样，稍稍碰一下就散架。万一她嘎在路上，肯定会给2位领导带来麻烦，所以我还是带她去卧铺车厢休息吧。骆家那老太婆红光满面，中气十足，说不定比我们都活得长。骆家这孙女为了睡卧铺，真是啥瞎话都敢说。既然身体不好，就去卧铺车厢休息吧，总不能让她真嘎在路上。就是这个理呢。赶紧走吧，别出我面前笑。这就走。臭丫头，去哪玩了？喝的开水都没有了，你也不知道去打点开水回来呢。渴死算了。洛星星对这老太婆已经没耐心了，到现在还在摆长辈的谱，骄横愚蠢短视。洛家老夫人当年给儿子相过不少大家闺秀，个个都比洛老太强。你说你千挑万挑，硬是挑了这么一坨屎，眼光可真好。星星，她即使再不是，也是你奶奶。洛老太本还想丈夫替她撑腰，结果听到这么一番话，生生气晕了过去。洛维安习惯性的拿出清凉油，被洛星星拦住了。不用涂，抬去卧铺车厢。不等洛维安反应过来，洛星星大声叫了起来：“奶奶，你怎么了？爷爷，奶奶是不是要嘎了？”我看看。洛维安反应不算慢，他装模作样检查了一番。他是老毛病犯了，得找个清静的地方静卧，这里太吵了。我去补卧铺票，奶奶你坚持住啊！洛星星实在挤不出眼泪，便偷偷在脸上涂了点口水。洛老太眼睛微微睁开，眼看快要醒了。洛星星眼明手快，准备劈晕她。洛维安赶紧拿出银针，在晕眩穴位上扎了针。洛老太再次晕死过去。领导，我奶奶心脏病犯了，我想带她去卧铺车厢静养。哎呦，看起来确实病得不轻，去卧铺车厢静养吧。谢谢领导。两人这一番表演，成功糊弄了其他人。几人来到卧铺不久后，洛老太醒了，张嘴就要骂。再唧唧歪歪，你回去坐硬座。幸亏星星机灵，要不然一路坐过去，我们的腰肯定要废了。洛老太这才发现自己在卧铺车厢，安静整洁，和臭烘烘的硬座车厢天壤之别。她一声都不吭了。我出去办点事，饿了吃这个。你还带了黄瓜，快吃吧。洛星星将吃食放在小桌子上，转身出去找丽蓉了。站住！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找丽蓉，有性命攸关的急事，10万火急。另一名士兵回车厢去叫人。几分钟后，丽蓉出来了。我有话跟你说。别拉拉扯扯的，影响不好。丽蓉挣开了他的手，还在衣袖上轻轻打了打。切，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你确实不用怕，挺安全的。好想锤死这家伙！他妈的是顿顿吃砒霜长大的吗？你好看，穿上裙子比女人还美。确实，肯定比你美。丽蓉说的十分认真，她小时候还真穿过裙子，是刘太太给她穿的，还说她是弄堂里最漂亮的小丫头。咱们别浪费时间了，我跟你说，这趟火车上有坏人，他们要在庆阳炸你那节车厢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在过道踩到一个女人，想帮她拍掉裤腿上的灰石，摸到个硬邦邦的东西，像是枪。毫不夸张地说，那女人当时起了杀心。我的感应力很强，绝对不会错。我当时就起了疑，故意跟她打探西北的事，发现她有3个男同伙。后来我悄悄跟上去，听到他们密谋要在庆阳炸火车，主要目标是2个人，说不能让这2人把机密技术活着带去基地。洛星星说的7分真3分假，丽蓉的怀疑消去了些许。你带我去看看那几个人。行，你跟在我后面，小心点，那些人很机警的。你等我一下。丽蓉回了车厢，过了5、6分钟还没出来，磨磨蹭蹭的，还是解放军呢，一点效率都没有。这功夫女人孩子都能生2个了。
我给你5分钟，你去生2个孩子给我看看。丽蓉像幽灵一样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身后。洛星星吓得猛回头，只见一个络腮胡糙汉，肤色黝黑，胡子拉碴，穿着带补丁的衣服，活脱脱一个穷酸落魄的窝囊男人。老婆跟人跑了，还卷走全部家财，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还是别人的种，就是你现在这落魄样。戴绿帽，喜当爹，家财尽失，哪一条都能让男人气到吐血。这女人却给我按了3条，不仅嘴毒，心也毒。两人一前一后的走着，看上去素不相识。洛星星轻车熟路地走到那名憨厚女人面前，故意又踩了她一脚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有意的。原来是大姐啊，我们可真有缘分，我给你擦擦。不用了，你不是去卧铺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女人的手很粗糙，力气也大，抓得洛星星胳膊生疼。她眼神警觉，显然对洛星星起了疑心。我钱包找不到了，回来找找，里面可有100斤全国粮票呢。洛星星神情沮丧，也不像之前那般健谈，草草聊了几句便离开了。好啊，又是你这个4眼仔，你好好看看，伤口都发炎了，我的冰肌雪肤全让你毁了，我不管，你要再赔我5块钱。你这女同志也太贪得无厌了，之前已经讹了5块，现在又要5块，佳丽就算开一行也经不起你这么讹。突然，一个30来岁的男人站了起来，指责洛星星，其他乘客也纷纷点头赞同，都觉得他欺人太甚。你和他是一伙的吧？他是4眼鸡，你是死鱼眼，一看就是同一根藤上结出来的歪瓜裂枣。被骂作死鱼眼的男人脾气暴躁，哪受得了这种毒舌攻击，当即抡起拳头就要教训他。同志消消气，别同那种人一般见识。哟，你们一群做硬座的穷瘪三，有什么资格跟我计较？我可是睡卧铺的。别拦我今天非要教训这丑八怪不可。死鱼眼，你说谁丑呢？你妈上大号时顺道把你拉粪坑里了吧？你是吃去长大的吧？难怪一开口就喷粪。洛星星才不会留下来等着挨打，撒腿就跑，还不忘回头扎几下肺管子。他跑到厕所间门口，还故意停下来。里头有新鲜热乎的，你别追了，没人跟你抢，全是你的。宿主用最恶毒的语言，凶狠地攻击了敌人。商城已开通牛肉馅饼和伶牙俐齿技能卡，奖励15积分。童子，你不是高情商吗？怎么变性了？对待敌人必须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。宿主加油，奥利给！他深吸一口气，冲着气得嗷嗷大叫的死鱼眼男人继续开骂。给你这么长时间都追不上，你真是个没用的废物，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。瞧你这窝囊样，肯定娶不上老婆，就算娶上了，也得戴绿帽，还得给别人养儿子。等儿子养大了，老婆孩子都跟人亲爹跑了，还卷走你辛辛苦苦攒的钱，你就是个人财两空的窝囊废。80岁的老寡妇都瞧不上你这种没出息的人。他一口气骂完，中间连个顿都没打，整个车厢的人都听傻了。洛星星喘了口气，还想再骂几句，可死鱼眼男人马上就要追上来，只好赶紧开溜。哎，同志消消气，咱们都是大男人，犯不着跟娘们一般见识。别拦我，今天我非教训那丑八怪不可。老子活了30多年，还从没让人这么辱骂过。这跟骑在我脖子上那是有啥区别？是可忍孰不可忍，我非得把那丑八怪女人打得满地找牙。真犯不着，人家姑娘长那样，心里够难受了，让她骂几句也没啥，只当让狗骂了吗？丽蓉身材高大，力气也足，死死架住了死鱼眼男人。她装作无意的碰了碰对方的腰，却好几次都被避开，显然对方腰里藏了枪。行吧，看他长那副丑样，我大人不计丑人过。死鱼眼男人冷静了些，怕耽误了行动，便不再计较。狗在说谁呢？你们一个个都是穷瘪三，就这窝囊样，连瘸腿瞎眼的麻子老太婆都瞧不上。哼！洛星星去而复返，把两人骂了个狗血淋头。死鱼眼刚压下去的火气又被挑了起来，正要冲上去教训他，眼镜男却走了过来。同志，算了吧，咱不跟他吵，出门在外以和为贵。行，听你的，你这当事人都不计较，我还较什么劲？死鱼眼在眼镜男的眼神警告下，火气彻底消了，乖乖坐回了座位。同志，我现在身上没带钱，您看这样行不行？您留个地址给我，我回家后马上给您汇款。你当我是好欺负的？套我的话，指不定憋着什么坏主意。罢了，老娘我大人有大量，不跟你一般计较，算我今天倒霉。哼。知道是哪4个了吧4眼仔、死鱼眼、4方脸女人、愣头青男人。对，你打算什么时候抓他们？我可以帮忙的。洛星星特别积极，这可关系到他的摘帽子，他必须全身心的参与进去。我饿了。见者有份，给。洛星星很大方的把没咬过的一半馅饼掰给了他。暂时不抓，我怀疑车上还有他们的同伙，而且得防备他们提前行动。丽蓉不敢掉以轻心，这趟护送的科学家里，最重要的是一对刚从国外回来的夫妇，他们带着极重要的科研数据，逃过重重追杀，历经千难万险才回到祖国。你是担心他们在车上动手？没错。突然，一名士兵跑了过来，连长，不好了，秦同志昏过去了。我家是开药铺的，能帮上忙？敬雄，你醒醒，我们很快就可以到家了，你一定要坚持住呀。他是中暑了，我来，都让开，保持空气流通。有清水没？我去拿。丽蓉很快就端来了一盘清水，洛星星将床上女人翻了个身，手沾了点清水，食指和无名指弯成弓状，对着后脖梗上用力掐了起来，接连掐了5、6处，后脖梗也多了5、6个紫黑色的掐痕。没过多久，秦敬雄竟然醒了。有10滴水没？喝了就没事了。有的，我去拿。丽蓉又跑去拿来10滴水，秦敬雄不由皱眉，他最怕喝这个了，但为了身体，他还是捏着鼻子喝了。姑娘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应该的。洛星星上下打量赵子成，又瞥了眼秦敬雄，心里隐约有了猜测，便拽着丽蓉走到一旁。
那几个人的目标是不是他们？丽蓉没出声，显然是默认了。我有个想法，他们的身形和我爷爷奶奶差不多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让他们去我那边，我爷爷奶奶来你这边，混淆敌人的视听，怎么样？太危险了，而且大概率会牺牲。要是嘎了，能给我家摘帽子吗？应该可以。你觉得我这主意怎么样？是不是聪明绝顶？你爷爷奶奶会同意吗？肯定会，我去说服他们。那你把人带过来吧。给我1个小时。你又跑哪儿去了？快起来，咱们换地方。洛星星这次没对奶奶，毕竟马上要把老人送去当替死鬼，她实在骂不出口。去哪？这里睡得好好的。去软卧，比这舒服多了，还有抽水马桶，我好不容易弄到的票。那边住的都是干部，还有解放军，你们过去后别跟人说话，小心再被扣帽子。一听是软卧，骆老太眼睛都亮了。要知道60、70年代的软卧，只有高级干部和外宾能做，普通人根本没有机会。其实硬卧就挺好，没必要去软卧。票已经买好了，我送你们过去，3餐都安排好了，钱我也付过了。哦，洛星星领着爷爷奶奶往软卧车厢走，秦敬雄夫妇的床位已经空出来，两人单独一间房，条件比硬卧好太多。骆老太满意的不行。星星，你住哪个房间？我只弄到2张票，所以我还住硬卧。洛星星又细细叮嘱了一番。洛星星回去后，在商城里一口气买了不少吃食。没过多久，丽蓉便带着秦敬雄夫妇过来了。她换了身装扮，衬衫配西裤，显得斯文俊秀，文质彬彬。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想起了件好玩的事。你该不会在心里说我坏话吧？绝对没有。那你告诉我笑什么？等会儿请功时我多帮你说几句好话。就是看到你这打扮，想到了个成语。什么成语？丽蓉嘴角不由微微上扬，脑海里瞬间浮现出好几个成语：玉树临风、一表人才、龙章凤姿、风度翩翩之类的。斯文败类、衣冠禽兽。你说了2个成语，连1和2都分不清，幼儿园没毕业吗？哼，是你让我说的，说了又不高兴，你也太小肚鸡肠了。看你这模样，我也想到3个成语：青面獠牙、丑头怪脸、面目可憎。我说你2句，你倒回我3句，我看你不仅心胸狭隘，脑子怕也是糊涂了。哼，我们还要几天才能到？3天。对了，你爷爷奶奶要是出事了，你怎么办？是人都会有那么一天的，他们2老的牺牲重于泰山，我只会为他们骄傲，而且我相信你有能力保护好他们。提醒宿主，爷爷奶奶是宿主逆风翻盘的关键环节，不能出事。出事了会怎样？我们一起完蛋。完蛋就完蛋吧，随便。这开局就天崩地裂的破穿越，完蛋了才好，重新投个白富美的胎。狗系统别想威胁我，请宿主文明用语，初次犯错电击3秒，下次加倍。洛星星的身体突然抽搐起来，虽然只有3秒，可整个人却像是被抽干了力气，手脚都软绵绵的。你笑屁啊！你这是羊癫疯？没错，以后少惹我，我疯起来咬死你！原来你还有狂犬病，节哀顺变。洛星星突然抓住了他的爪子，狠狠地咬了一大口。哎呀，连长，您咋咬自己的手呢？这牙印秀气得很，肯定是女人咬的。连长，您该不会处对象了吧？连长，您要结婚了，啥时候喝喜酒啊？都上嘴啃了，肯定快了。哦，连长，那我是不是快有侄子了？这2人你一言我一语，话比媒婆还密。丽蓉愣是插不进半句话，听得都气笑了。不过是个牙印而已，被你俩憨货一通胡说八道，都打起精神来。出了差错，我饶不了你们。嘿嘿。夜越来越深，洛星星却毫无睡意。他点开系统面板的积分栏，看到总共有420积分，大力卡和瞬移卡他各买了20张，听星卡则买了30张，总共花费290积分，还剩下130积分。洛星星把3种技能卡都放进系统空间，蹑手蹑脚的下了床。另一边，丽蓉悄悄溜进了骆老太夫妇的房间，她躲在隐蔽处，等待敌人的到来。不一会儿，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影就出现了，他拿枪对准床上的骆老太，只是没等他按下扳机，人就直挺挺的倒了下来。骆老太一睁开眼，就隐隐绰绰的看到了个血肉模糊的脸，眼珠子都凸了出来，吓得他张大嘴就要叫。突然，一个鸡蛋快速塞进了他嘴里。别叫，否则嘎了你。丽蓉不想和这老太太耐心讲道理，因为不仅浪费时间还没效果，所以她用了最简单粗暴的威胁。洛维安也被惊醒了，不过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就被丽蓉给敲晕了。洛老太还以为丈夫没了，吓得老泪直流。丽蓉只好也把他一起敲晕，随后从他嘴里把鸡蛋拿了出来。一会儿洗洗，剥了壳还能吃。5分钟过去了，其他同伙们还没收到老2行动成功的讯号，便知道行动失败了。撤！女人果断决定撤离，因为他们若没等到信号，就会引爆炸药，和软卧车厢的人同归于尽，所以他们得赶紧跳车逃走。只是他们还没来得及跳车，眼镜男和死鱼眼就中了枪。2人到达时都没明白是哪里出了错，眼睛睁得大大的。女人反应很快，她转身就跑。她爬到了车窗上，洛星星一把揪住她的头发。叫什么叫？给我下来！洛星星刚用了大力卡，这一拽竟将女人的头发连带着扯了下来，鲜血直流，女人痛得在地上直打滚。干得漂亮！我爷爷奶奶没事吧？他们只是受了点惊吓，没大碍。没事就好。既然敌人都抓住了，让秦同志他们回软卧休息吧。我爷爷奶奶也可以回硬卧了。等天亮再说吧。你爷爷奶奶受了不小的惊吓，要不你去安慰一下。洛星星有点不太情愿，不过他还是答应了，毕竟是原生的亲爷奶，原生对爷爷奶奶的感情还是很深的。洛老太和洛维安都醒了，被换去了另一个房间，到现在都还惊魂未定。老爷，刚刚是不是有人嘎了？是，但现在已经没事了。
洛星星就在这时过来了，看到孙女，老两口眼睛都亮了。星星，刚才有坏人拿枪要打我们，下一站我们就下车吧。坏人都抓住了，没事了。欣欣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会这样？好啊，你故意安排我和你爷爷住这儿，让坏人来害我们。你小小年纪心肠怎么这么歹毒？尹章，先听欣欣说，他这么做肯定有缘由。洛星星将前因后果一五一十的讲。洛维安得知是为了保护国之动人，心里的不快顿时烟消云散。做得对，科学家的生命比我们宝贵的多，绝对不能出事。凭什么？洛老太的话没说完，就被洛星星捂住了嘴。跟着我说，能保护科学家是我的毕生荣幸，就算嘎了也没关系。我生的虽不光荣，但嘎的伟大。大声念，赶紧念，是不是想死？尹章，听欣欣的，能保护科学家。大声点，没吃饭吗？能保护科学家是我的毕生荣幸，就算嘎了也没关系。科学家的命比我宝贵多了。虽然漏掉了2句，还改了1句，但骆老太中气十足的声音响彻了整个车厢。没错，科学家是国家栋梁，就算替他们挡子弹也应该。欣欣，以后再有这种事，只管叫我和你奶奶上。知道了。祖孙3人教科书般的表演十分成功，外面的科学家和战士们都被深深感动，唯有丽蓉没被打动，毕竟她太清楚洛星星的心思了，她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摘掉自己的帽子罢了。小洛，真是太谢谢你们了。等你们到农场安顿下来，一定要给我们写信。我会的，你们也要保重身体，工作重要，身体更重要，有个好身体才能更好的工作。知道了，你可比我们女儿还能唠叨。和秦敬雄夫妇以及其他科学家们一一道别后，洛星星带着2位老人回到了鹦鹉车厢。我已经把你们一家的英勇事迹汇报给了领导，明早到站，估计领导会接见你。领导是多大的官？有没有摘掉我家帽子的权利？是基地的军代表，西北军区的向副军长，他没有直接摘帽子的权利，但可以推动相关部门办理。回头你帮我在领导面前多说说好话，重点讲讲我的机智英勇，还有舍己救人的无私精神呗。要是我不说呢？哼，那我就去部队找你领导，说我们在处对象，你还亲过我，你必须娶我这个丑八怪。丽蓉上下打量了他几眼，故意说道：其实也没什么，反正关了灯都一样。你居然这么重口味，你想娶我还不想嫁呢？谁知道你是不是3秒？作为一个22年母胎单身的童子鸡，丽蓉一开始没听懂，过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，脸上瞬间染上一抹红晕，耳根也红透了。哼！洛星星回到硬卧后，点开面板，抓捕迪特的300积分奖励已经到账，商城还开通多了10样商品。他查看后心情更好了。又过了1夜，天终于亮了，广播里响起了播音员甜美嘹亮的声音：即将到达终点站，请乘客们做好下车准备。火车停下后，车门刚一打开，迫不及待的乘客们就争先恐后的往下挤。坐了6天5夜的火车，所有人都变得灰头土脸的。领导，能不能去招待所洗个澡？身上都要起蛆了。怎么？是不是还得给你开香槟、烤牛排接风？那倒不用，能吃碗面条就行。别忘了，你们是来劳动改造的，不是来享受的。都给我排好队。就在这时，丽蓉走了过来，清晨的阳光洒在她身上，整个人仿佛发着光，好看的让人移不开眼睛。同志，你是有什么事吗？洛星星一家立了功，崔副军长要见他们。杨同志和郭同志都傻了眼，洛家人什么时候立的功？他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？洛维安夫妇激动坏了，仿佛从泥泞里骤然飞回了云端。同志，他们是要去农场改造的，名单都登记好了，要是人不到，我们会受批评的。到时候我会亲自送他们去农场。可是，没有可是，见我们崔副军长能出什么事？难道你怀疑崔副军长会吃人不成？丽蓉嘲讽完，看都没看脸色煞白的杨同志，径直走到洛星星面前，跟我来。来了。丽蓉带他们去了基地招待所，还说崔副军长午饭后会见他们。等他走后，骆老太再也按捺不住激动：星星是不是要给我们摘帽子了？别想得太美，该挑粪还是得挑粪。洛星星觉得崔副军长见他们，只怕没那么简单，说不定是怀疑他和迪特有牵连，有意试探他们一家。那你还让我们去送死？你的心也太狠了。尹章，能保护科学家，就算摘不了帽子也没什么。宿主好言安抚奶奶，让她明白国事为重的道理，奖励10积分。你有啥不高兴的？您现在活得好好的，还让您睡了2晚软卧，我都没睡呢。我都快吓死了，那个死人和我面对面，血淋淋的，多吓人啊！所以现在活蹦乱跳的是您的魂。你怎么跟我说话呢？你眼里还有没有长辈了？就你这样，以后哪个男人敢娶你？戴着走资派帽子，还顶着这张丑脸，80岁快翘辫子的糟老头子也不敢要我。你可别瞎担心了，也不用跟我吵，留点力气去农场挑大粪吧。欣欣，你不用担心，半年后你的脸就能恢复了。还半年呢，只怕不用1个月。别说异性了，恐怕连只公狗都留不住。哼，行了，你们别啰里吧嗦的，一会儿见了崔副军长，都照我教的说。要是给我掉链子，你们就在这儿挑一辈子大粪吧。放心，我们都记着呢，肯定不掉链子。
此时的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正被隔壁房间监视着。骆家人的谈话全都通过窃听器传到了那边，一个字都没漏。这个骆欣欣有点意思，他说话一直这么冲的吗？抓捕迪特的所有行动，丽蓉都和上面汇报了。崔志国也第一时间派人去调查了护城骆家的情况。为了更稳妥些，才让丽蓉带骆家人来招待所，方便监听。是的，他不仅嘴毒，胆子大，力气也不小。那个女迪特就是他徒手抓住的。这脾气和胆量倒是块好料子，可惜了。丽蓉听懂了他的意思，虽然早有预料，但心里还是掠过一丝遗憾。骆欣欣期盼的摘帽子，这次恐怕要落空了。那骆家人现在还需要继续监听吗？3日后，你送他们去农场，和雷向阳说，他们一家都立了功，给安排些轻便的活。好，这3天里好好招待，别怠慢了。突然，传声器里又传来一阵吵嚷声。您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身份吗？是人人喊打的走资派，跟过街老鼠似的。您见过哪个老鼠洗澡用茉莉花香皂？那也不能用这种劣质香皂啊，硬得像石头，我皮都擦破了，连洗头膏也没有，总不能拿香皂洗头吧？这是基地招待所，条件已经算好的了。等居了农场，您1个月能洗上1次澡都得谢天谢地，抽水马桶更是别想，还得上旱厕。知道旱厕是什么不？就是夏天会爬出肥蛆的粪坑，蹲坑时要是踩空，能直接掉下去。骆维安和骆老太的脸色一下变了，脑海里瞬间浮现出那画面，骆老太恶心的差点吐出来，连死的心都有了。道：老头子，这日子可怎么过啊？骆老太哭着看向丈夫，盼他能拿个主意，可骆维安只是一个劲儿的唉声叹气。欣欣，你说领导会不会给我们摘帽子？摘了帽子，我们一家就能回护城了吧？我又不是领导肚子里的虫，哪知道领导的安排？但我们立了这么大的功，就算不给我们摘帽子，那也得给个立功证书，再奖个几百块吧。骆欣欣说这话时，有意无意地抬高了音量。崔志国听得清清楚楚，他脸上有点臊得慌。这么大的功劳，按理来说确实能摘帽子，但现在这个局势，我实在不想大动干戈。这样做也确实有点对不住骆家人。不能摘帽子，光给证书和钱有什么用？当然有用，有钱能买茉莉花香皂，有了立功证书，农场里就没人敢欺负我们。毕竟我们是救过科学家的功臣，欺负我们就是打基地的脸，打崔副军长的脸，那巴掌啪啪响，崔副军长还能忍吗？那肯定不能忍。以前家里有个佣人踢了我囡囡一脚，我当场就把他辞了，给囡囡出气，所以我敢肯定崔副军长也会给我们出气的。骆老太接话接得飞快，骆欣欣很满意。不过，囡囡是谁？是我养的哈巴狗，特别听话，可惜吃鸡骨头卡了喉咙，没了。哼，你那么心疼他，咋不给他披麻戴孝呢？骆欣欣忍不住替原身嘲讽了一句。骆老太气得够呛，正要摆出长辈的架子教训他，被骆维安劝去洗澡了。说了这么多，口水都快干了。隔壁的崔副军长应该能听明白吧？还好系统提醒骆欣欣房间里有窃听器，他索性将计就计，把需求说透。就算帽子一时摘不了，立功奖章和奖金绝不能少，他才不会高风亮节什么都不要，必须拿到实实在在的好处。我要是不给他们奖章和奖金，指不定背后怎么编排我呢。说不定会说副军长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。崔副军长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。好好的一个小伙子，偏偏长了张毒蛇般的嘴。最终，崔副军长并未亲自会见骆家人，而是安排了其他人负责接待。负责接待的人送来一张红彤彤的证书，还有200块奖金。3天后，丽蓉亲自开车送他们回了农场。崔副军长说，能不能给他们安排些轻便的活？知道了。虽说你们立了功，但你们终究是走资派，到了我的农场就得守农场的规矩。你们身上那些资本家的坏毛病都得给我改掉。来了这儿就得下地干活。知道了。你会看病就去卫生所吧。哦。你去割草吧。不过，雷厂长又上下打量了骆老太一番。你穿这身衣服不合适，回头换身衣服再去。老头子，我真不想活了。你就听雷厂长的吧，他给你安排的都是最轻的活了。雷向阳很快安排好了骆维安夫妇，随即将目光投向骆欣欣。上过高中没？高中毕业了。那你就去小学教书吧。这3个活计是农场里最轻松的，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力给他们方便了。厂长，我长得丑，脾气暴，下手还狠，又没什么耐心，我怕到时候学生没被我吓死，也得被我揍死。丽蓉嘴角微微上扬，并不觉得意外，这凶女人的性子确实不该去误人子弟。那你想干什么？难不成要我把厂长的位置让给你？厂长我也不想当，比牛马还累呢。我力气大，抓地特也厉害，要不你让我去保卫科吧，准保能让农场里的坏分子都现出原形，就连外面的苍蝇都别想飞进来一只。雷厂长，他确实徒手抓住过一名持枪的迪特。你要是能打得过我，就让你去保卫科。这不好吧？万一把您打伤了，您生气记恨我可怎么办？我雷向阳不是小肚鸡肠的人，你能打赢我是你的本事，赶紧的，再婆婆妈妈就去教书。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骆欣欣话音刚落，众人只觉眼前一花，再定睛看时，就见他把雷向阳托举在头顶，还在原地转了3圈。欣欣是吃了牛蹄子吗？怎么这么大力气？快放我下来！厂长，那我能去保卫科了不？你个臭丫头！厂长您放100个心，有我在，咱们农场绝对根正苗红，绝对不会有坏分子来搞破坏。
报完到后，雷厂长给骆家人分了一间约15平方米的屋子，房间里有些脏乱。骆欣欣很快打来一桶水，准备提回去，半路上却被人猛地撞了一下，半桶水泼在他裤子上，瞬间就湿透了。站住！撞了人不用道歉吗？宿主若与对方好好讲道理，感化他，奖励10积分。撞你怎么了？长得这么丑，吓老娘一跳，咋没撞嘎你呢？真是稀奇，大白天撞见头母猪，居然还嫌人丑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那德性。猪头龟颈熊身大象腿，以前只在课本里听过4不像，今天总算见到活的了，果真丑得不堪入目。骆欣欣说完，提起手里的半桶水朝那凶女人泼去，大半桶水尽数浇在对方身上，从头湿到脚，头发、衣服、裤子全被打湿了。哟，别人是出水芙蓉，你这叫黑猪过江啊！看你这一马平川的胸怀，怕不是公的吧？不在猪圈安分待着，跑出来难道是学你狗兄弟吃屎？骆欣欣嘴皮子利索，反应又快，根本不给凶女人开口的机会。恰逢下工时间，两人的动静太大，吸引了不少人围观。骆维安和骆老太也闻声出来。欣欣，忍一忍，别和他吵。闭嘴，忍个屁啊！就是，欣欣厉害的很，他个啥哟？自从那天在火车上释放天性后，骆老太说话便懒得装文雅，时不时冒出句粗话。骆维安纠正了几回，毫无效果，也就懒得管了。凶女人终于反应过来，羞恼的脸色狰狞，张牙舞爪的朝骆欣欣扑去。你这猪都不肯的丑货，老娘撕了你的嘴！哎呀，你该说俺老猪来也才对，别认错祖宗了。这凶女人姓孙，在家排行第2，大家都叫她孙二娘。她女生男相，打小就恶名远扬，在农场里横行霸道，就连雷向阳见了她都要绕道，实在不愿招惹这母夜叉。我撕了你那臭嘴！孙二娘气得七窍生烟，理智全无，抡起砂锅般大的拳头朝骆欣欣面门捶去。谁知下一秒，又炸山了？不是，是母夜叉让个女钟馗放倒了。必听是母夜叉挨了打，邻居们都跑过来吃瓜看热闹。中午的阳光明媚灿烂，照在骆欣欣的脸上，连每一粒细小的绒毛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所有人都倒抽了一口冷气。哎呀妈呀，这也忒丑了些吧？真论起来，钟馗都要比他清秀3分呢。赶紧给我道歉！想得美，你个丑八怪也配！最讨厌随地吐痰的渣渣了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骂你是猪都侮辱了猪，你这4不像的丑东西！丑八怪，你再说一句试试。还不服气？我有说错吗？你爹娘造你的时候开小差了，还是你家祖坟让黑熊给拱了？咋就生出你这么个人事不通的玩意儿？围观群众看得瞠目结舌，他们或多或少都被孙二娘母子欺负，如今见到这悍妇这么惨，所有人都觉得痛快极了。姑奶奶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叫骆欣欣。姑奶奶今天心情好，手下留情，没打死你，还不叩谢？哪个嫌命长的欺负我娘，老子弄死他！突然有几人冲了过来，来的正是孙二娘的丈夫和3个儿子。快打死这丑八怪，否则你们就不是我儿子！欣欣，快回来！秀梅，你怎么了？谁这么缺德，把你打成这样的？你爹娘也太理想主义了，你身上拿点沾着秀气和梅花的边，你爹娘是欺负梅花不会说话，故意膈应人家呢。你叫秀梅，应了一句话，知道是啥不？是啥子？快说嘛！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，别理解错啊！你是牛粪，梅才是鲜花。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，看骆欣欣的眼神更加佩服。这位女同志，你说话放尊重些，怎么说我老婆都比你大，都能当你长辈了，你这样说也太没教养了。哟，原来多活几年就能当长辈啊？那你可得叫我生祖奶奶。刚刚我和这株老榆树拜了把子，这老榆树怎么说都有100来年了，够当你们祖宗了吧？我作为老榆树的拜把子，你们是不是得跪下来磕个头，叫声祖奶奶？这株老榆树光绪年就有这么大，可不止100来年。那祖奶奶还叫小了，你们也别叫了，直接磕头吧。骆欣欣说的特别大，孙二娘母子4个气得嗷嗷叫，就连城府极深的殷经纬脸色也变得挺青，阴渗渗的看着他。丑八怪，老子教训你！说着，几兄弟挥着拳头就冲了过来。骆欣欣又用了3张大力卡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了过去，没多会儿就将他们揍趴下了。骆欣欣并没收手，农场这种地方以实力为尊，他今天要是不制服这一家子，以后还有源源不断的麻烦，所以他必须杀鸡儆猴，立下威名。替你们娘磕头认错，我就放过你们，否则全都没好果子吃。骆欣欣躲过去了，也彻底激起了他的怒火。你爹是狗，你娘是猪，才生出你这么个猪狗不如的玩意儿。既然披了人皮，就给姑奶奶好好做人。你个有爹娘生没爹娘养的混账东西，好好给我受着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就大人有大量，放过他们吧。会道歉了。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就放过我们行吗？听不到，没吃饭吗？对不起，再大声点。对不起。孙二娘虽然嘴上说着对不起，但心里对骆欣欣的恨意更深了。以后有的是机会，看我怎么收拾这丑八怪。行了，我大人有大量，不和你们计较了。以后别来招惹我，否则下次我可没这么好说话了。孙二娘一家在农场为非作歹，宿主教育他们非常正向积极，奖励50积分。第2天，骆欣欣按时前往保卫科报道。报告，我是骆欣欣。办公室里坐着的几个男人原本正说说笑笑，听到他的声音，立刻停了下来，上上下下打量了骆欣欣一遍。原来是个丑娘们儿，没意思。我们保卫科全是男人，你一个女人来这干什么？有娘们在，我们说话办事都不方便。上面到底是怎么想的？
教员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，男女平等，你们说这些话是对教员不满吗？我们什么时候不满了？你可别胡说八道！哼，南方人果然心眼子坏得很，空口白牙就造谣。他这么一说，其他人纷纷附和，话里话外都透着对南方人的不满。很显然，这几个男人都是西北人，还都瞧不上南方人。洛星星故意走到门口，扯着嗓子喊：伟大的教员和总理都是南方人，你们居然说他们是坏人，是想造反吗？保科长面色大变，上前就要拽他回来，却没拽动。洛星星稳稳地站在原地，纹丝不动。软脚虾似的，这就是你们男人的实力。我是怕伤着你，才没用力气，你别闹得太过了，赶紧进来。明白了，男人不行都有理由，接不出果实地不肥，打不过女人是没尽全力，就是不肯承认自己种子不行，力气不大。宝哥，别跟他废话，给他点颜色瞧瞧。你干什么？一边去！没出息的男人才打女人，而且洛星星是雷厂长安排来的，第一天报道就挨打，我怎么跟雷厂长交代？想打我来啊！姑奶奶最不怕的就是打架。洛星星说完，不等对方反应，就冲到他面前将人托举起来，原地转了好几圈。快放我下来！想下来也行。洛星星在办公楼下走了几圈，等围观的人差不多了，他便将人朝上一抛，对方稳稳地卡在了榆树枝丫上。哟，都说男子汉流血不流泪，你这没出息的废物，怕是连跟婆娘办事都得在下面吧？有本事你让我下去，咱们单挑。我又没绑着你，你倒是下来啊！这么点高度都不敢下，你可真够怂的。保科长实在看不下去，搬来梯子让那西西爬下来，可他却纹丝不动，两条腿早就软了。还是我来，人是我扔上去的，肯定负责弄下来。洛星星又点亮一张大力卡，单手提着那西西灵活地往下爬，爬到一半时，洛星星松开了手。哎呀，手滑了！赶紧起来，丢死人了！那西西哼唧了一声，好半天才勉强爬起来，中途还摔了好几次，弄得灰头土脸，狼狈不堪。那西西脸都气青了，他朝洛星星怨恨地看了一眼，后槽牙都快咬碎了。又不是被野猪拱了，装什么死？该不会是想讹我吧？他压根没打算和同事搞好关系，这些男人骨子里就瞧不起女人，他必须比他们更凶悍、更强大，才能在保卫科站稳脚跟。丑八怪，老子弄死你！闹什么闹？不用上班了，一个个这么闲，都给我去挖渠沟！雷向阳的咆哮声平地炸起，围观的群众纷纷散开，各自回家去了。你也给我消停点！狼狈为奸，一丘之貉，一路货色。你嘀嘀咕咕说什么呢？我说天气真好啊，科长您是不是该掏掏耳屎了？我这么大声您都听不清。等保卫科的几人都回到办公室，保辉便召开了一场会议。会议主题只有一个，强调保卫科的工作纪律。都给我瞪大眼睛看好了，工作守则里的每一条都写得明明白白，严禁打架斗殴。你们俩演出这是讲着当摆设的吗？科长，我和他那是同事之间友好的比试，您这么说就是无中生有，扩大矛盾，还会严重影响保卫科的工作情绪。你是科长还是我是科长？要不要我把这个科长的位置让给你做？你要是这么说，我可就当真了。要不咱们现在就去办交接手续。宝哥，别跟他废话，咱保卫科可容不下这种人，赶紧把他退回去。要退也得退你这个不中用的烂怂货，是不是还想去树上挂着丢人现眼？洛星星打完巴掌，又转向保科长说道：“我觉得这种废物点心根本不配留在保卫科，干脆让他去扫厕所得了。烂怂货也就只配扫粪坑。科长您说呢？”散会，去巡逻。其他人都如释重负，快步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。你也去巡逻。是。洛星星跟着那西西他们绕着农场巡逻，农场面积很大，干活的人也不少。6月正是采摘枸杞的季节，农场里种植的枸杞已经成熟，采摘的基本都是女人和小孩，男人们则大多在挖渠沟和水库。西北雨水稀少，水库和渠沟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。仅仅巡逻了半天，洛星星的威名就传遍了整个农场。保卫科新来的那个丑女人，早上把那喜喜扔到树上挂着，那烂怂货差点尿了裤子，真是太怂了。这丑女人还教训了孙二娘一家呢。孙二娘那么厉害的人，在她手下连3招都走不过。这丑女人骂人是真毒，专挑人短处接。那喜喜现在有个新绰号，知道叫啥不？叫什么？叫喜太监，就是这丑女人给取的。几人巡逻到玉米地时，突然发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。站住！说你是干什么的？我在找些粮呢，日头太毒了，真的。我要是说半句谎话，天打雷劈。眯眯眼、麻子脸、小矮子，3点全对上了。这混蛋正是前世害嘎原身的3个凶手之一，名叫孙 Sir。真是些粮，没偷藏东西。真没有，不信你们说。张金柱将他从头到脚搜了个遍，连裤衩都没放过，结果只揪出几根弯弯曲曲的毛，还带着一股浓烈的腥骚味。呸！你特猫的多久没洗澡了？猪都比你干净。我又没让你摸我裤衩。再说了，谁的裤衩不收啊？孙 Sir 小声嘟囔着，张金柱狠狠瞪了他一眼，他赶紧闭了嘴，小眼睛滴溜溜地往地上瞟。突然，他的目光扫到洛星星身上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农场啥时候来了个绝世大美人啊？孙 Sir 强压下激动的心，再往上一看，吓得身体猛地一弹，差点摔进地里。特么的大白天中邪了！看什么看？你长这么丑，不老实在家待着，跑出来吓死人，你赔得起吗？
我再不好看也有人要，你连人样都没有。瞧你这麻子脸，别人的胎盘泡羊水，你那胎盘肯定泡的芝麻糊，不然生不出你这张丑脸。还有你这眯眯眼，我瞅半天都没找见眼珠子，睡觉倒是省事，睁眼闭眼一个样。你往葱地里一钻都找不着人，你妈是跟地老鼠借的种，才生出你这么个丑耗子吧？连我娘都敢编排，看我不教训你！孙四儿凶神恶煞的扑了过来，可拳头还没落下，就被洛星星一把拎了起来。我不光要说你妈，还要说你爹。你娘跟地老鼠借种，你爹在耗子洞放风，你亲爹肯定是只黑耗子，不然生不出你这么个丑货。洛星星只用一只手就轻松制住了孙四儿，本来想抽他几巴掌，可对着那张麻子脸，实在下不去手。别人是丑的人神共愤，你特猫的是丑的人神呕吐，给你身后挂根狗尾巴草，你就是只活生生的丑耗子。喜哥，你们怎么还不来抓着风滚两？谁过来我就骂谁，连祖宗38代一起骂。洛星星冲孙四儿狠狠踹了几脚，然后将他拖进了青纱帐里。张金柱几人不知道他要做什么，犹豫着要不要跟进去。走，咱们也去看看。洛星星走了10来米，发现一处地面明显被碾压过，玉米杆都折了。他立刻明白孙四儿在里面做了什么，一股愤怒涌上心头。该死的王八蛋，又在祸害女人了。东南方向有2个女孩。上北下南，左西右东。他一边念叨一边原地转圈，可试了好几次都没找对方向。以后用前后左右行不行？我是南方人，哪分得清东南西北？3、5、9点钟方向。系统也是个犟脾气，偏不用前后左右，反倒用上了军事术语。不一会，洛星星看到了2个女孩，大的13、14岁，小的10来岁，头发乱蓬蓬的，甚至能看到几只狮子在爬。狗杂碎，连这么小的孩子都不放过，简直禽兽不如。洛星星看出2个女孩严重营养不良，便从口袋里摸出几颗水果糖，扔给了她们。去！洛星星听到了张金柱的脚步声，赶紧示意2个女孩噤声。他退出去，又往别的方向钻进去，飞快掰了20几根青玉米堆在地上。孙四儿起初没明白他要干什么，此刻终于反应过来，张嘴就要喊，他可不想背这黑锅。洛星星眼疾手快，一拳抡过去，把他的下巴卸了。小洛，你在哪呢？在这，有赃物。孙四儿急得嗯嗯直叫，想辩解自己没掰玉米，是这丑女人栽赃陷害，可下巴被卸了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这王八蛋是农场的硕鼠，偷了这么多粮食藏在这儿，必须严惩。要不让他自己说说？他偷公家财产，证据确凿，犯罪事实铁证如山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这就去找保科长。洛星星知道张金柱不信，但没关系，他说孙四儿是贼，那就必须是贼。张师傅，您觉得我说的对不对？这我刚进来还不了解情况，要不先带回去让科长问问。行，我会跟科长汇报。张师傅您就别管了。怎么回事？宝辉一看见孙四儿，脑袋顿时大了3圈。他本就不敢招惹孙家这种地头蛇，他们就像蚂蟥一样缠人，实在恶心。他偷摘了这么多青玉米，这是盗窃公家财产，难道不该严惩吗？这么点青玉米，孙氏根本瞧不上眼，而且现在是大白天，他没那么蠢，显然是洛星星在栽赃陷害。你亲眼看到他摘了？科长，您该不会是想说我栽赃陷害吧？我犯得着费这么大劲去栽赃一个第一次见面的人吗？就算这家伙长得丑，我顶多骂他几句，犯得上费这么大劲栽赃？您是不是觉得这点青玉米不值得闹这么大？可古人都说勿以恶小而为之，这个道理科长您难道不懂？而且马上就要下收了，如果不把这股不正之风刹住，还怎么保护农场的粮食？宝辉的脸上挂不住了，甚至有些羞愧。刚转业回来时，他也是个热血青年，可撞了太多的壁，棱角被磨平了，热血也凉了。现在遇到麻烦，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解决，而是躲开。不过这事我做不了主，得厂长定夺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他犯了什么错？他偷了公家的青玉米，人赃俱获。我觉得这种挖社会主义墙角的害虫，必须严厉惩罚，才能起到杀一儆百的震慑作用。赃物呢？在这儿。青玉米还要个把月才能成熟，现在摘下来纯粹是浪费粮食，这混账东西！宝辉，现在就去广播通知，6点整，全体人员到广场集合，除了坐月子的和卧床不起的，所有人必须到场。洛欣欣说的对，必须杀一儆百，狠狠震慑那帮混账东西。是，我这就去通知，让所有人6点整到广场，观摩对孙世儿的惩戒大会。宝辉态度恭敬，说完转身要走，却被雷向阳叫住了。你说他叫孙四儿？厂长，他就是孙氏，难道您还怕孙家不成？谁怕了？我是在思考。洛欣欣悄悄点亮了听心卡，果然听到了雷向阳的心声。孙家人实在太闹腾了，上次竟然跑到我家里闹事，媳妇都被吓得生了病。我早就想收拾他了，可怎么才能既收拾他，又避免孙家人再闹呢？嗨，不就是孙家人来闹事吗？来一个收拾一个，来一双收拾一双。要是他们敢聚众闹事，就把所有人都抓起来去修水库。咱们可是公家的农场，要是连区孙家都治不住，那也太丢公家的脸面了。你说的倒是轻巧，孙家是本地的农民，还是少数民族，是我们要团结的对象，哪能说抓就抓的？那要是他们犯了错呢？犯错自然要一视同仁，必须严惩。洛欣欣脸上似笑非笑，眼神里还带着几分讽刺。雷向阳终于反应过来，原来这臭丫头是在给我下套的。厂长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孙家人都犯了错，是不是都得严惩？那当然，
那你还犹豫什么？孙家人只要敢来闹事，肯定会犯错，到时候把他们通通拉去修水库，最危险的活都派给他们干。雷向阳还在犹豫，他主要是没听懂这句话。啥叫肯定会犯错？过程你就别管了，反正我保证孙家人会犯错，而且用的是合情合理的方法。雷向阳有点明白，又不是太明白。这时张金柱凑到他耳边，把青玉米的事说了一遍。你简直胡来，哪有你这么办事的？绝对不行！我这叫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，比如男女授受不亲、礼也、扫孽、疏远之以手、权也，你知道啥意思不？这和眼下的事有啥关系？这句话是说叔嫂之间要守礼节，但如果嫂子溺水了，小叔子可以伸手去救，这是权宜之计。像孙四儿这种害虫，要是不惩罚他，他只会做更多坏事，甚至闹出人命，所以必须严惩他，对不对？理是这个理，可也不能栽赃啊。宿主用春风化雨的方法说服雷厂长，算了，宿主自便，商城开通3样商品，奖励30积分。厂长，事急从权，你别婆婆妈妈、娘们唧唧的了，拿出点男子汉的气势来。为了整治农场的不正之风，我一个女人都不怕，你还怕个啥？你们一群大男人前怕狼后怕虎的，真他娘的怂！行了，6点准时开会，先把这混蛋带回去。收到。孙四儿偷玉米的事很快就在农场传开了。忽然，曾家姐妹远远看见孙二娘和她的3个儿子风风火火地往保卫科跑去，个个抄着家伙。不好，姐姐有危险！洛星星正准备出去转转，就见青纱帐里那2个脏兮兮的小丫头飞快跑过来。姐姐，母老虎来找你干仗了，你快跑！姐姐，快往那边跑！曾大丫伸手要去拽洛星星，他知道哪里安全。以前他爹打他姐妹俩时，他们就往山上跑，躲几天回来就没事了。可洛星星没让他拽，实在是这丫头的手太脏了，比挖煤的手还黑，他有点嫌弃。没事，他打不过我。洛星星笑了笑，还从口袋里掏出2块牛肉馅饼，其实是从系统空间拿出来的，递给了姐妹俩。我们不要，谢谢姐姐。曾大丫的肚子不争气的叫了起来，她使劲咽了咽口水。没事，让姐姐多摸几下好了。什么叫多摸几下？洛星星没再追问，打算以后找机会单独问这对姐妹。她做了1分钟心理建设，伸出手在曾大丫脏兮兮的脸上摸了几下。我摸了，吃吧，谢谢姐姐。随后洛星星回了办公室，说曹操就到。孙二娘凶神恶煞的冲进了办公室，丑八怪，你把我家四儿咋样了？娘，四就在那呢。岂有此理！你竟敢恐我弟弟，老娘收拾你！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手腕就被洛星星死死捏住了。宝辉，这贱人欺负我，你不管吗？科长，这一家人持着凶器上门打我，这叫蓄意谋害，你们可都是目击证人，还有这些凶器都在，是不是应该对这一家人严惩不贷？洛星星冷冷地看着他，要是这男人还想包庇孙二娘母子，那他就想办法把宝辉这科长拉下马，他自己当科长。没错，确实应该严惩不贷。那就都抓起来，等会我就去请示雷厂长。姐姐小心！此时曾大丫也反应了过来，她愤怒地冲了上去，冲大儿子后背使劲抡了一拳。挤在门口看热闹的群众们，个个都惊得瞠目结舌。他们只知道曾家的傻丫头力气有点大，但不知道有这么大啊！一拳就把人肋骨给干断，这要是给他3碗酒，不得去景阳冈打老虎了。大丫这瘦瘦小小的身体，居然能爆发出这么大的能量，这不是天生神力吗？刚刚都给你吃肉饼了，你怎么还叫？大丫，谢谢您，今晚你们去我家吃饭呗？不用，真不用，我们现在已经很饱了。去吧，我有事让你们帮忙。什么？孙二娘一家子都让你给绑了？还差个阴经纬。提到这个名字，洛星星就忍不住想笑，爹娘取名也太随意了，怎么什么名都敢取呢？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这名字怪逗的。这名字哪儿逗了？经纬，多好的名字啊！厂长，你把姓连起来读试试。阴经纬不也挺好的？您在第2个字那儿停顿一下，再念几遍。洛星星耐心提醒着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他还挺有分享的性质。雷向阳没好气地瞥了他一眼，嘴里喃喃念了好几遍，直到第8遍时，他终于反应过来。你好歹是个姑娘家，能不能有点羞耻心？这种话能随便往外说吗？你这是耍流氓！我对你耍流氓？厂长，您自我感觉也太好了点吧？您都老得半截身子入土了，我冲你耍流氓图什么？图你脸上的褶子，还是图你哪儿萎了？洛星星看不下去，走过去给他拍背，拍得一点都不温柔。嗨，别拍了，老子还想多活几年。哼，当我愿意拍啊，这不是怕您嘎了？屋里就我和你2个人，我不成犯罪嫌疑人了。呸，老子活得好好的，什么死啊活的，你就不能说句吉利话？你吼什么？这叫唯心主义，说几句死就能咒死人了？那感情好，我咒那些小短腿们都嘎绝，片甲不留，鸡犬不宁，这样成不？瞎扯淡！你个小丫头片子，别信这些，这是封建主义糟粕，在外头可不能乱说。不过这丫头咒得还真解气，老天爷要是真能让她的话应验，我以后就是坚定的唯心主义者，再也不说这是封建糟粕了。我又不是傻子，当然不会在外头说。厂长，孙二娘一家的事就这么定了，晚上6点一并处理，我去通知他们。洛星星回到保卫科，转达了雷厂长的指示。角落里的孙二娘也听到了，破口大骂，全都是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。再骂给你塞牛屎！洛星星警告他，但不管用，孙二娘骂得更脏了。既然你那么喜欢牛屎，我这就满足你。随后，洛星星又看了看一旁的孙四儿，
还有你，你们姐弟俩通通都有份。真好，省粮食还省炭火，一举两得。姐弟俩直翻白眼，被牛屎噎的，其他人都哄堂大笑，一点都不同情孙家姐弟。以前这姐弟俩欺负人更下作，现在这叫风水轮流转，活该！大会开始了，保卫科压着孙二娘一家和孙四儿到了前面，还有那20几根青玉米以及菜刀等凶器都一一摆在地上。孙二娘母子和孙四儿都惩罚去修水库，为期3个月，明天执行。看到大家开心的模样，雷厂长觉得很惭愧，他早应该处决孙家的，他辜负了群众对他的信任啊！散会后，骆欣欣找到了曾家俩姐妹，她手里还提了个装着肉包和牛肉饼，还有黄瓜和咸鸭蛋的袋子。她从曾大丫姐妹俩口中套了不少话，知道除了孙四儿外，还有其他男人用吃食引诱姐妹，占她们便宜。以后别让他们摸了，你们是姑娘家，不能随便给人摸，饿了就找我，不白摸，有吃的，有吃的也不能摸，那些人不是好东西，他们摸你这了没？骆欣欣想知道他们有没有被欺负。没有，他们不敢，我们都提前说好了，要是不听话，我会揍他的。骆欣欣松了口气，幸亏曾大丫天生神力，那些男人用不了枪，否则她的清白早没了。姐姐，这些柴禾给你，谢谢，我正缺柴禾，以后你们每天给我捡2捆柴禾，我管你们吃饱饭，成不？姐姐，1顿饭就够了。放心吧，我养得起你们。骆欣欣本打算拿个肉包给他们吃，可看着姐妹俩黑乎乎的爪子，长满虱子的脑袋，她忍不住往旁边挪了几步，怕虱子跳到自己身上。你们以后要勤洗头洗澡，衣服也要经常换，吃饭时要洗手，要不然肚子里会长很多虫。可是我们没衣服换，我和妹妹就身上这件衣服，还有件旧棉袄，冬天穿，已经短了一大截，后妈说还能再穿几年。骆欣欣皱紧了眉，她找宝辉打听过姐妹俩的情况，亲妈在生曾二丫时大出血没了，曾父3年后就给两姐妹娶了后妈，从此以后亲爹也变成了后爹，对继子继女比对亲闺女还好。曾父甚至要把才15岁的曾大丫嫁给村里一个傻子，只为了挣200块彩礼钱。然后骆欣欣默默问候了曾父和后妈的祖宗18代。幸亏刚刚商城开通的3样商品里，有的缺粮布料，可以给姐妹俩做换洗衣服。童子，谢了。骆欣欣带着俩姐妹回了家。哎呀，这2个脏丫头是哪儿来的？不得了了，头上好多虱子，快让他们出去吧。没事，弄点药洗洗就好了。以后要记得经常洗澡洗头，知道了吗？全剃光就好了，剃光光当尼姑。你们先去洗手吧，吃完饭我给你们剃头发。哦。宿主以温柔与爱心感化大丫姐妹，祝她们健康成长，习得本领，成为宿主的得力帮手。商城随机开通5样商品，奖励500积分。童子，这次奖励怎么这么丰厚？上次救了科学家，也才奖励300积分呢。当妈是世上最辛苦的职业，宿主加油！好一个无痛当妈，系统肯定是故意报复我骂他智障吧？欣欣，你从哪儿领来的叫花子？那么脏，快让他们出去，回头家里都要爬满虱子了。不脏，香香的啊！你不要过来啊！拔了2天草的骆老太根本无心打理形象，以往她在家必定打扮的精致漂亮，可现在却蓬头垢面，毫无形象可言，嘴里还骂着不堪入耳的粗话。尹章，你怎可如此粗俗？你简直……我倒是想优雅，天天要割那么多草，我怎么优雅得起来？老爷，你天天待在办公室里站着说话不腰疼？你简直不可理喻！我要是早知道你是这么粗俗的人，当初就不会娶你了。我要是早知道你会倒霉，还不如嫁给隔壁小王呢。好啊，你总算说出心里话了。行，你现在就去找隔壁那个小王。你耽误了我几10年，现在我都老了，你想抛弃我了？你就是黑了心的陈世美，我不活了。不想过就散伙，奶奶你离婚就能回护城享福了。谁要散伙了？你别瞎说。不想散伙就好好过日子，吵什么吵？一把年纪了还争风吃醋，你们不嫌丢人我还嫌呢，都别杵着了，走，我们去吃饭。老头子，我身上好痒，不会是虱子跳到我身上了吧？也可能是你干活时从别人身上跳过来的。哎呀，老爷这可怎么办？痒死我了。没事，明天我配好药，你洗头洗澡就能好。要是以前的欣欣还在就好了，她肯定不会这么坏。如今这个孙女就像换了个人似的。以前欣欣听话的时候，也没见你对她多好。这大概就是我们的报应吧。这苦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第2日，骆维安和骆欣欣出门上班，家里只留下骆老太一人。房门被重重推开，大丫冲了进来。哎呦，你这死丫头就不会敲门吗？你爹娘没教过你规矩？坏蛋来了，快跟我走！骆老太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大丫一把扛了起来。死丫头，快放我下来！哎呦，我头晕的厉害，快放我下来！
我不能听你的。洛姐姐吩咐过，孙家的坏蛋一来，就得把你们带到安全的地方藏起来。10来分钟后，大丫扛着骆老太到了农场的后山，洛维安和二丫也已经在那里等着了。快扶我一把！骆老太双脚发软，落地时没站稳，险些摔倒了。你们快钻进去，动作快点！二丫扒开坡上的一堆野草，露出一个黑黝黝的洞口，这是她和姐姐夜里睡觉的地方，十分安全。哼，我才不要钻这种狗洞！大丫，你把它塞进去。好咧，没问题。大丫按住骆老太就往洞口推。放开我，臭丫头！你放开！你这大逆不道的臭丫头！大丫轻松地把她推进洞里，还在她屁股上踹了一脚，让她往里挪了老身。接着她看向洛维安，准备继续动手。我自己钻，谢谢你。见洛维安钻得有些费劲，大丫实在看不下去，也在他屁股上踹了一脚，洛维安便顺利滑了进去。在里面别出来，也别出声。随后大丫用野草将洞口盖好，才放心离开。而此时孙家人气势汹汹地来到了农场大门口，走在最前面的是孙二娘的父亲，后面跟了10几个大汉，个个都人高马大，看起来很不好惹。我女儿和外孙还有儿子被你们关起来了，有没有这回事？这个是因为他们犯了错。犯你哒的错，我家秀梅乖得很，怎么可能犯错？肯定是你们欺负她了，是不是以为我们孙家没人了？老子就站在这，有什么冲老子来，别想欺负我女儿！怒不可遏的孙父破口大骂，还要再抽个大嘴巴子。保卫科同志吓得转身就跑，好在另一个同事机灵，已经跑回去通风报信了。丁经纬躲在后面没吭声，但嘴角却露出得意的笑容。他吃了半辈子现成饭，小时候靠爹，青年时靠娘，现在靠老婆，等老了后再靠儿子。丁经纬早已经将自己安排的妥妥了，让他干活是不可能的，挨饿更不可能。所以孙秀梅和3个儿子必须回家干活伺候他。然后孙家人大摇大摆地冲进了农场。骆欣欣这小贱人去哪了？他爷爷奶奶在农场。于是孙家人又浩浩荡荡去卫生所找骆维安，只是又扑了个空。骆老太婆天天要割草，去山上找，连个人都找不到，他忙得活着，除了喘气还会干啥？秀梅嫁给你这窝囊废，真是倒了8辈子霉。大哥，谁让秀梅喜欢我呢？她过得可开心了。你老子锤死你！好了，闹什么闹？走，跟我去骆家。找不到人的孙家人又折返骆家打起来。你们干什么？都住手！哼，瞎了你的狗眼，没看见我们在砸东西吗？岂有其理！兄弟们，下！丁经纬早躲了起来，他可没傻到去拼命。几分钟后，保卫科便落了下风。孙家男人个个高壮如牛，尤其是几个年轻的，下手狠辣，简直是不要命的往死里揍。你们有种别走，老姐姐就去叫人，叫就叫，我们孙家还会怕了不成？恰巧大丫看到姐姐的家被砸，瞬间怒了，她像一团火般冲到孙大哥面前，小小的拳头里迸发出惊人的力量，只一拳就将他抡上了天。大丫的怒火丝毫未消，挥舞着拳头和孙家人打作一团。没多会儿，就有好几个孙家男人被他干翻在地。突然，远处传来马车哒哒的声响。哎呦呦，青天白日的，这是土匪上门了！欣欣啊，你家被土匪砸了。岂有此理！你就是骆欣欣。孙子，姑奶奶的家是你们砸的。姐姐，他们是坏蛋。姐姐，他们是母夜叉家的人。臭丫头找死！骆欣欣用了张大力卡，一拳就将他 KO。不过他只用了1半力气，只求智商，不想要命。哇！姐姐好厉害，你就是孙二娘那母夜叉的爹。我本来还奇怪，什么样的爹娘能生出他这么个四不像的玩意儿，现在总算明白了。孙二娘真是你亲生的，你婆姨没偷人。小贱人，你找死！孙子，我是你姑奶奶，别叫错了，不然姑奶奶可要动手揍你。话音刚落，骆欣欣的身影快如闪电，瞬间闪移到骂得最凶的人面前。只听啪啪啪几下，众人只觉得眼前一滑，下一瞬，你，我什么我？你们雷厂长呢？他就是这么对待我们回民同胞的。雷厂长去县城开会了，今天不回来。回民就能杀人放火了？知道的明白你们是回民，不知道的还当你们是土匪强盗呢。今天你们敢来砸我的家，明天怕不是就敢去砸县政府了。你们这是想造反不成？宿主面对强盗临危不惧，凭勇敢与自谋击败强盗。商城已开通河东狮吼卡，奖励积分50，宿主加油！骆欣欣立刻点开商场，买了3张河东狮吼卡。你倒是牙尖嘴利，我们孙家最是爱国，绝对拥护国家的方针政策。你泼再多脏水也没用。我说的难道不是事实？前进农场是公家办的，代表的是公家。你们孙家人像小短腿进村一样，堂而皇之的冲进来打砸抢掠。瞧瞧，这些都是铁证，还有这么多人证，你们就算长了9000只舌头也狡辩不了。是你先害我女儿的。等等，我什么时候害你女儿了？分明是你女儿仗着孙家的势力，鱼肉乡民，横行霸道，做尽了坏事。农场对你们多次宽容，可你们却不识好歹，得寸进尺，做出的恶行比土匪强盗还狠。哼，我看你们是想另起山头当大王了。你胡说八道！我哪里胡说了？我家是不是你们孙家砸的？我是不是农场的人？农场是不是公家办的？你们砸我家，就等于打在公家的脸上。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？没错，太不把公家放在眼里了。听到了吧？你们孙家本可以和农场和谐共处，却因为养了个4、6不通的女儿，又娶了个四体不勤、满肚子坏水的女婿，才落得人见人厌的地步。如今更是成了农场的敌人。你作为孙家的掌舵人，让家族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，你就是孙家的罪人。就算你以死谢罪，孙家的列祖列宗也不会原谅你。
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，你有2条路可选。要么大义灭亲，和孙秀梅断绝关系，日后你百年归老，也不准他为你披麻戴孝；要么就去农场门口跪上3天3夜。孙父在他的河东狮吼下，根本没有插嘴的机会。你女儿和外孙蓄意谋害我，要不是我本事大，现在已经一命呜呼，魂归西天了。雷厂长看在我求情的份上，这才决定让他们去修水库，以工代罚。我都这么宽宏大量了，你们居然还以怨报德砸我家，你们干的都是什么事？话都让你一个人说完了，我还怎么说？你这话就没道理了，我拦着你说话了吗？嘴长在你身上，你想说就说啊，我又没拿针缝你的嘴，更没拿牛粪堵你嘴，你自己不说怨得着我吗？你说的那么密不透风，我怎么插得上话？现在说话的难道是猪是狗？孙父怒目圆睁，张嘴就要骂，却被洛星星打断了。我虽然是走资派，可我也是国家功臣，刚立了大功。这里有军区发的证书，都看清楚了吗？下面来算我们之间的账。你们一帮土匪强盗冲上门，砸了我的家。往小了说，你们是砸了我的小家；往大了说，你们是无法无天、目中无国的反动派。保科长，反动派应该怎么处理？既然要抓起来严加审查，那抓起来吧，一个都不能留。抓起来？对，全抓起来审查。谁知道他们当中有没有混进敌人？万一出了事，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负不起，我这就去抓人。谁敢抓我们？我们可是贫农。声音戛然而止，大丫一拳将他打晕，两人一起将孙家众人一一制服。不过跑了一个人，正是殷金伦。我去找雷厂长。厂长是从县城开会回来了吗？没开会。他竟然欺骗我的感情。雷厂长根本没离开农场，去县城开会只是个幌子。洛星星一早便和他商量好这瓮中捉鳖之计，只等着孙家人主动送上门来。厂长，事儿办妥了，孙家人全给扣下关起来了，就漏了个殷经纬跑了。依我看，明后天孙庄那帮人指定坐不住，得上门来闹事撒泼。您现在就能给军区打电话搬救兵了。使不得，欣欣啊，万一孙家人胆小不敢来，我这电话打过去，那不就是实打实谎报军情吗？我这小厂长的乌纱帽还要不要了？我的厂长，哎，您咋这么实诚啊？谁让您说准日子了？跟军区同志就说近几天有人闹事，模糊着说3天是近几天，半个月1个月那也是近几天。军区同志难不成还能在咱农场蹲上1个月，等他们呆烦了自己走？您放心，锅压根落不到咱们头上。在洛星星的3寸不烂之舌下，雷厂长最终被说服，决定明天就给军区打电话。厂长，我问您，咱农场前阵子是不是丢了一大批顶级优良种子？优良种子，咱农场啥时候有这好东西了？我天天守着农场，咋办力都没见着。您就说想不想一次性彻底解决孙庄这个大麻烦，以后安安稳稳过日子？那肯定想啊，天天被这事折腾，我睡觉都睡不踏实。这不就结了？所谓的优良种子，就是咱随口编的善意谎言，全是为了咱农场的大好未来。咱把事闹大，就说种子丢了，孙庄人百口莫辩，以后再也不敢来闹事。洛星星越说越起劲，开始画大饼。等解决了这事，农场顺风顺水，粮食产量蹭蹭往上涨，上交国家的粮食多了，咱前进农场说不定能直接评上全国先进农场。到时候厂长您风光无限，直接去京城开大会，那多有面子哦。对，农场确实丢了一批优良种子，是研究所最新研发的，正在我们前进农场试种，日后要在全国推广。第2日，宝辉带人在孙二娘家搜出了一大包种子。听说这是研究所新培育的优良种子，种下去1亩地能多收几百斤粮食呢。几百斤那么多，那以后是不是就不用饿肚子了？听说是研究所专门针对咱们这边的土壤培育的，就这一包，先让咱们前进农场试种，筛选出更优质的种子后，再分发给其他农场。得知只有这一包种子，群众的怒火瞬间被点燃了，连种子都偷，这家人也太缺德了。就是以前太纵容他们了，这次必须严惩孙家，绝对不能姑息。你这脑瓜子可真灵光，坏主意一冒一个准。厂长，不会说话就闭嘴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哼！可这包种子只是普通种子，产量根本提不上去，这可怎么办？放心，种子已经冲过了，种不出来的。果然，宝辉当着大伙的面打开袋子，里面露出的是泛黄的大米，明显是手工冲过的。这个孙二娘居然把种子给冲了，这还怎么种啊？宝辉贡献了整容师的演技，可以打99分。宝辉的表演感染了在场的所有人，尤其是期待吃大米饭的南方人，满心的希望顷刻间变成了绝望。种子都给扒了皮，还怎么种？该死的孙二娘，是想让我们都吃不饱饭吗？还有那些助纣为虐的孙家人，他们肯定是一伙的。洛星星将群众的怒火引向了孙家，对，绝对不能放过孙家人。怒不可遏的群众们纷纷朝关押孙家的房子走去。你们这帮哒哒哒的，老天要是开眼，肯定先收拾你们一家土匪强盗，连种子都敢偷。也就是房间太小，挤不下太多人，否则孙家人早被揍成肉饼了。什么种子？谁吃你们的种子了？被打懵的孙家人半天都没反应过来，好在几个年轻人还算机灵，抓住了重点。
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种子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。研究所给农场的优良种子，每亩能多产几百斤稻子呢，让你们给偷了。我没偷，你们冤枉我！你那不要脸的兄弟和3个儿子，这些年偷农场的粮食还少吗？全农场都吃不饱饭，饿得面黄肌瘦，就你们一家个个吃的像熊一样，身上的膘都能熬一锅油。你说没偷谁信？那袋种子就在你家搜出来的，人赃俱获，你还狡辩什么？就在这时，雷厂长走了过来。厂长，种子找到了，可被孙二娘冲了，一颗都没剩。冲了，这帮混蛋！孙二娘有没有同伙？有，他3个儿子和所有梁家人都是他的帮凶，统统抓起来！我这就上报军区，统共就1包种子，老子就算拼着这厂长不当，也要处理了这帮混蛋。雷厂长大发雷霆，怒吼声清晰地传到了孙家人的耳朵里，所有人都吓得变了脸色。这包种子是研究所费了10几年才研究出来的优良品种，要是推广成功，能解决全国百姓的吃饭问题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吃不饱饭。这不是普通的种子，是全国人民的救命粮，如今却让他给毁了，就算千刀万剐都抵消不了他的罪孽。我没偷，你们冤枉我！都人赃俱获了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孙秀梅，现在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事，你们孙家一大家子都脱不了干系。厂长，种子毁了，以后可怎么办啊？我这就给研究所打个电话问问，看有没有备用种子。万一没有，那就只能再等上几年了。随后，骆星星掏出一张被孙家损坏的财务清单，折算成现金是317块5角4分，4分的零头我就抹去了。孙家要是赔不了东西，就赔钱。你家用的都是什么好东西，能值这么多钱？我们家可是走资派，用的东西能差吗？恐怕孙家拿不出这么多钱，他们就是种地放牧的人家，能拿出100块就不错了。没钱就拿牲畜抵，猪、牛、羊、马都行，我不挑。雷厂长收下了单子，这次能解决孙家这个大麻烦。骆星星不仅出谋划策，自家还被孙家砸了，多要点赔偿也是应该的。此时老两口还在洞里，眼巴巴的等着大丫和二丫来通知他们。哎呦，我的腰都快断了，大丫他们怎么还不回来？再忍忍吧。不行，我实在吃不消了，就算打死我，我也要出去。你再忍忍，要忍你自己在洞里忍吧，我不忍了。骆老太钻出洞口，迎面吹来一阵冷风，冻得他打了好几个寒战。天都黑了，孙家人肯定跑了。过了几分钟，骆维安才慢慢爬了出来。骆爷爷、骆奶奶，姐姐让我来接你们，坏人已经被抓起来了。怎么这么晚才来？洞那么小，我的腰都要断了。孙家来了好多人，把咱家都砸了，他们可凶了。砸了？那家里的东西？是啊，桌子椅子都被掀翻了，碗碟碎了一地。作孽啊！这群天杀的孙家人！人没事就好，东西没了可以再置办。尹章，你就别难过了。奶奶，您别生气，雷厂长和姐姐都在想办法呢，说让孙家赔我们钱和东西。骆老太这才稍稍平复了些，跟着曾家两姐妹往家的方向走去。几人刚回到屋里没一会儿，大丫二丫的后妈就气势汹汹找上门，架势十足。大丫、二丫，给我滚出来！吵吵嚷嚷的干什么呢？大门口吵得震天响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谁家鸡鸭跑丢了。骆星星随手抄起一根木棍走出门外，邻里街坊闻声全都围了过来，纷纷凑上前看热闹。你就是骆家那个走资派的孙女，哼！我家那俩赔钱货在你家吧，让他们滚出来。宿主用犀利的语言让对方明白歧视女性是错误的。商城随机开通3样商品，奖励100积分。筒子，你也是母的？本筒是伟大的雌性。我家没有赔钱货，只有你家才有，就是你这个下贱的老赔钱货！瞧瞧你这面相，颧骨突出，脾气暴躁又刻薄，过日子全靠斤斤计较，也就大丫二丫的爹心大，但和你相处，惯走旁人，早就躲得远远的了。骆星星压根不给后妈说话的机会，从这女人的面相开始发起进攻。你这小姑娘怎么和长辈说话呢？看我不教训你！大丫，揍她！我再问你，谁是赔钱货？小贱人，我男人是工人，我是贫农，你给我等着！大丫，继续！大丫又是一巴掌抽了过去，后妈的另外半边脸也肿了，两边肿得很对称。现在知道赔钱货是谁了？是我，不是大丫二丫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说他们是赔钱货了。骆星星听到脑子里积分到账的提示声，嘴角不由扬了起来，也没耐心再调教后妈了。立刻，马上从我面前消失，给我滚！第二天，骆星星去办公室找雷厂长商量给大丫和二丫迁户口的事。两个丫头，一个15岁，一个13岁，年纪还没到，单独开不了户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把大丫的年龄改成18岁不就行了？厂长，您去打听打听大丫二丫过的是什么日子，猪狗都比他们活得好。您可是农场的父母官，要是连您都不管他们，他们还怎么活？他们那个爹和后妈比周扒皮还狠。照我说，这种恶毒的人根本不该留在农场。别人家的家务事不好掺和，再说那是亲爹，总不至于害自己女儿。厂长，您的眼睛是摆设吗？没看到大丫二丫严重营养不良，他们还被农场里的男人欺负，要不是大丫力气大，早就没了清白。什么清白没了？骆星星把孙四儿欺负大丫的事说了出来，还有其他几个农场里的男人也做过类似的事。这帮畜生，你抓孙四儿就是因为这个？
对，那天他在玉米地里欺负大鸭。那我让人给大鸭单独立个户，再在农场给他安排个活，你看他适合干什么活？大鸭力气大，保卫科再合适不过了。大鸭反应慢，还是放在身边更放心些，而且有大鸭在，还能省不少力气活。大概是出于内疚，雷厂长很快就答应，同意让大鸭去保卫科上班，还说迁户口的事会尽快去办。厂长，村庄来人了！宝辉跑了过来，连门都没敲，就慌慌张张的冲进来嚷嚷：慌什么？又不是来了老虎。老虎肯离村庄吓人。厂长，这次来的人不少，还有好几个老头，路都走不动，西北台来的，年轻力壮的，咱们冲上去打就是了。可这些老头都大半截身子入土了，就算打赢了也不光彩，万一出点意外，事情不就闹大了吗？他们到哪了？离农场还有2-3里路，我让人盯着呢。多叫些青壮年拦住他们，不准进农场。知道了。厂长，你给军区打电话了没？昨天就打了，说今天会派人过来。宿主用3寸不烂之舌说服孙庄的人和平解决矛盾，奖励积分30。厂长，你别急，包在我身上，我绝对不让他们进农场半步。以和为贵，千万不要动用武力。知道了，我动嘴不动手。随后，洛星星去找了洛维安帮忙配药，掺在水里让人喝下就倒，有没有这种药？有，我去配。大鸭，你在这帮忙，弄好了送去村口。好。而此时，孙庄的人已经来到了村口。闲杂人等不准进农场，请止步。你们关了咱们孙庄的人，我们是来领人的。他们毁了农场的优良种子，罪大恶极，就算枪毙都不为过。我们雷厂长看在孙庄的面子上，没有上报公安，只让他们以工代法，已经够仁至义尽了。就算他们做错了事，那也是我们孙庄自己的事。你们把人放了，我们带回去严惩。和他们废什么话，还不如直接冲进去呢。我们孙庄的人，就算把天捅破了，也轮不上你们农场惩罚。你们抢了我们的地，还管我们的人，你们别欺人太甚。孙庄领头的队长挥了挥手，后面的人立刻冲上，想强闯进去。不准动，再动就开枪了。而且孙庄的人极狡猾，他们抬着几个老头冲在最前面，农场的人不敢来硬的，怕碰死这些老家伙。干什么？光天化日想抢劫农场吗？农场其他人也都松了口气，因为女钟馗可算来了。洛星星抬起木头，对着孙庄的人横扫了过去。都让一让，木头不长眼，撞坏了我可不负责。丑八怪，你找屎！你才是来找屎的短命鬼！识字不？看你这蠢样，估计连1、2、3、4都数不清。来，我念给你听：前进国营农场，知道啥叫国营不？简而言之一句话，国营就是国家办的农场，代表的是公家。你们这些人不请自来，还想强闯农场，是想造反吗？丑八怪，你骂谁短命鬼？老子看你是活腻了！姑奶奶骂的就是你们几个，瞧瞧你们这怂样，一看就是短命相。孙庄的人这些年可没少欺负农场，抢地抢水。一到农作物收成时，每天晚上都有人来偷，基本上都是孙庄的老人、小孩和妇女，抓到了就耍无赖，关不得也打不得，顶多教育几句。前世糟蹋原身致死的3个人，全都是孙庄的，除了孙四儿外，还有2个。洛星星在人群里扫了一眼，就看到了这俩王八蛋。我们是来领人的，让你们雷厂长出来，我有话和他说。雷厂长日理万机，每天忙着处理公事，随便来个阿猫阿狗说要见，他就得出来见吗？有什么话和我说吧。请问姑娘是农场什么职务？保卫科的普通同志。哎呦，你啥表情？嫌弃我？你这老头长得丑，想的还挺美，就你这寒碜样，死人都比你眉清目秀3分，大白天出门都得吓死几个大活人。要是把我们雷厂长吓坏了，你赔得起吗？姑娘，我们孙庄的事和你无关，你不必在这阻拦。别和这丑八怪废话，咱们直接冲进去。我看谁敢冲，我这木头可不长眼，撞嘎了你们也是白死。而此时丽蓉带着下属，正远远的看了这出热闹。洛姑娘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！力哥，她多大了？好像17，可惜是走资派。走资派咋了？大结婚报告过不了政审，副军长也太小气了，怎么不给洛姑娘摘帽子呢？你想和洛星星结婚？想啊，洛姑娘虽然长得不好看，可有本事啊，娶妻要娶贤。诸葛亮那么厉害，娶的媳妇也不好看，我要向诸葛亮看齐。你还嫌人家不好看，人家可瞧不上你。哥，你这话说的就没意思了。我相貌堂堂，还是光荣的解放军，老家好多女同志都抢着嫁给我呢。你太矮了，洛星星能瞧上你才怪了。哥，我行不？不行，你脑子不够用，容易影响下一代。洛姑娘挺聪明的，匀点给孩子呗。生孩子你说了算，万一匀过去的不是好脑子，是坏脑子呢？比你还笨。就在这时，洛星星只用一根木头就将孙庄的人拦在门外，还活生生气晕了一个。山羊湖那老头看着也快晕了。哥，要不要救人？不用，嘎不了。就算嘎了也和他无关。他接到军方的任务是阻拦孙庄人闹事，不是保护孙庄人。我们真的不过去吗？再等等。孙秀梅一家毁了优良种子，罪大恶极，必须留在农场以工代罚。今天就算你们孙庄的人都来闹，也甭想把人领走。听我一句劝，现在就麻溜的回去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你让我们走就走，偏不走。谁让我有这个实力呢？你敢不敢站出来？我们单挑。去弄嘎他！洛星星已经能100%确定，这混蛋就是害嘎原身的凶手之一。刚刚有人叫了他的名字，正是马天柱。洛星星从身旁保卫科同志的手上夺过了步枪，并且用了一张百步穿杨卡，他瞄准了马天柱。
洛星星接连开了5枪，吓得马天柱裤裆湿了一大片，当场晕了过去。我想打蛋，就绝不会打鸟。如果我没手下留情，你今天嘎定了。天柱，快醒醒！足足拍了好几分钟，马天柱才算缓过神来。我要回家，我不跟你单挑了。我准你走了吗？你们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把农场当成什么地方了？这个洛星星和以前不一样，洛家只是医学世家，洛星星不可能会这些本事，更不可能突然变得力大如牛，所以只有一种可能，他恐怕是被什么东西附身了。洛姑娘真厉害，小红，政审不通过会有啥影响？没法提干。那没事，只要力哥能提干就行。哥，你帮我跟洛姑娘提个亲呗。洛姑娘瞧不上你，别做白日梦了。你都没问过，怎么知道洛姑娘瞧不上我？这还用问？我一眼就能看出来。丽蓉把牛八斤打击了一顿，心里稍稍有点过意不去。以后你要是看上别的姑娘，我帮你提亲。我就想起洛姑娘，那你就打一辈子光棍吧。都给我站住！马天柱和孙安才这2个混球必须留下来，还有这位族长老头也得留下，其他人可以走了。明天带8头羊来赎人。你这是学马匪把人要赎金。殷经纬没跟你们说吗？孙秀梅一家把我家砸了，损失好几百块，我大人有大量，只让你们赔8头羊，3天内送过来，不然就只能麻烦族长同志给农场修一阵子水库了。洛星星从口袋里掏出清单，亲手递给山羊胡老头。谁知道你这清单上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值这么多钱？我家可是走资派，我奶奶以前用的夜壶都是金子打的，比你吃饭的碗还金贵。这些东西差远了，也就是以前我家佣人用的，但多少还是值点钱。让你们赔8头羊已经够仁慈了。山羊胡老头被他噎得说不出话来。他说东西不值钱，人家说自己是走资派，尿壶都是金子做的，他还能说什么？你们还不走？现在不走，以后想走可就走不了了。你们还能把我们怎么样不成？那不能，我们是国营农场，是种地的，不可能害人。既然你们不肯走，那就留下来喝杯水吧。洛星星让大丫端来了几杯水。赶这么远的路，渴了吧？这水怎么这么浑啊？加了料呗，你们可千万别喝，一喝就没命了。他这么一顿，孙庄的人反而不怀疑了。很快，除了山羊胡族长，几乎每个人都喝了。喝完了吧？喝完就赶紧上路吧，别耽搁时间了。孙庄的人面色大变，想骂回去，但突然一阵晕眩，天上的太阳好像在旋转，不到3分钟，孙庄的人都倒下了。你给他们吓尿了。对啊，山羊胡老头又急又气，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，精瘦的身子也开始摇摇晃晃。你可千万别死在农场门口，太晦气。诺，去那边躺着，死了自有秃就给你添葬，连木匣子都省了。该我们上场了，人都倒了，我们去干啥？去收尸。哦，别硬撑了，秃鹫都等你半天了。你们农场欺人太甚，县城总有人给我们做主。就你这窝囊样，县城找得到吗？再说你这破身体，别半路上晕倒，让车碾成肉饼，还得麻烦环卫工同志打扫。你！突然他眼前一黑，直挺挺的向后倒去，但没倒在地上，而是倒在了丽蓉怀里。丽蓉及时赶到，英雄救老头，把他接住了。谢谢。不客气，你身上好臭，记得勤洗澡。这老头身上的臭味比烂了一整个夏天的死鱼烂虾还要刺，熏得他险些把早饭都吐出来。哼，就是你们3番5次来农场闹事，没闹，我们是来要人的。你们要的那些人毁了农场的优良种子，必须留在农场接受惩罚。他们还毒死了我们这么多人，解放军同志，您得给我们孙庄主持公道啊！丽蓉正准备走过去查看，一个老头突然动了动，接着自己坐了起来，眼神一片迷茫。随后又有几个人爬了起来，药性已经过去了。我活了这么大岁数，吃的盐都比这丫头吃的米多，居然被他耍了，岂有此理！你们庄子的人是闲得慌吗？大白天表演诈尸？不是，是他骗了我。看你年纪不小，脑子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，连死人活人都分不清。以后不许聚众闹事，再有下一次全都抓起来。解放军同志，他们欠我8头羊，还有这2个家伙也参与了毁坏优良种子的阴谋，必须留下来受罚。那2人大叫冤枉，这次他们是真的冤，压根不知道优良种子的事。孙 Sir 说你们是同伙，还说了不少你们干的坏事，每样都够你们枪毙10回的。既然是同伙，就留下受罚。就在这时，雷厂长走了出来，先和丽蓉打过招呼，让宝辉把孙安才2人绑起来。洛欣欣那丫头不会无缘无故留人，肯定有她的道理，绑了就是。山羊胡老头没被绑，毕竟是族长，年纪也大了，只是被请进了农场。明天带8头羊来赎你们族长，否则就留在农场修水库，攒够工资才能走。连族长都被扣下了，只剩下大队长拿主意。他本来就不赞同来闹事，只是拗不过族长。此刻，大队长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：要是族长一辈子在农场修水库也挺好。厉副营长，你们一路赶来辛苦了，留下来吃顿便饭吧。部队有规矩，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。感谢你的好意，我们得立刻返回部队了。厂长，我送厉同志。听说你高升了，恭喜啊，厉副营长。谢谢，同喜。你这次高升，我也有点功劳的吧？是有点，确实是因为保护了科学家，抓获了敌特，才升得这么快，不然肯定还要等一阵子。这么说起来，你的军功章上也有我的1半功劳，对吧？洛欣欣说不羡慕是假的，人家说升就升，他这顶帽子却那么难摘。你想当我家属？要不现在去领证，结婚报告能通过不？要不我们先把生米煮成熟饭，等我肚子里有崽了，你领导应该不会反对了吧？不行，那是耍流氓。
那你能打下来报告不？能打下我们就按照程序走，我这边没问题，彩礼和3转1响都不要，婚酒也不用办，直接办正事就行。择日不如撞日，今天晴空万里，云淡风轻，绝对是黄道吉日。要不你回去把报告打了，明天我们去领证。你是不是觉得我丑？放心，我不坑你，我绝对闭月羞花，沉鱼落雁，过阵子你就知道了。我知道。我爹娘这边你不用管，他们虽然活着，在我心里跟死了没两样，爷奶更不用管，他们都听我的。你爹娘那边呢？也不用管。咱们都没什么父母缘，再般配不过了。丽蓉听着这话怪顺耳，此刻她的心跳没那么快了，手心也不冒汗了。那个，我问个事哈。好，你问。那个，我要是当了你家属，能摘帽子不？丽蓉的表情一下子冷了，身上散发出的冷气让洛星星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是不是不管是谁，只要能帮你摘帽子，你都愿意结婚？当然不能，至少得是个男的，对吧？哼，废话，难道2个女的能结婚？至少对方要长得好看吧，比如长得像你这样的，若是长得太丑的，容易影响心情。算这丫头还有点眼力见，人品也得过得去。你这张嘴虽然不咋样，可刘奶奶说你人不错，应该差不了。你的嘴也不咋样。对啊，咱们这是半斤8两，臭味相投，天生一对。这边没啥事了，你要不现在回去打报告？洛星星面不改色的催着婚，眼睁睁看着面前的男人，脸上越来越红，像染了胭脂似的。你害羞了？脸皮这么薄还学人调戏姑娘？你才17，法定婚龄是18，年龄不达标出不了栏。哎呀，怎么把这身体的年纪给忘了？原身是正月初1生的，还得再过半年才满18呢。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年纪能改，我这就去找雷厂长改成18。我从来不弄虚作假，你要是想当我家属，也不能搞这一套。丽蓉说的义正辞严，伸手去挡他的手，可他的手太大，一不小心竟把人家姑娘的手整个包住了。难怪力哥不肯帮我们找洛姑娘求亲，原来他对洛姑娘早有意思了。那以后我们是不是要叫洛姑娘嫂子了？你还记不记得火车上力哥手腕上的牙印？记得啊，怎么了？肯定是洛姑娘咬的。力哥在火车上就只和洛姑娘还有几个女科学家打过交道，那些女科学家都能当他娘了，哪会咬他的手？所以只能是洛姑娘。牛巴金和周小红笑得格外开心，惊动了那边魂不守舍的洛星星。那等我满18了，你再打报告啊。到时候再说。到时候你可别翻脸不认账。你们那边说话都这么肆无忌惮吗？什么叫我那边？这家伙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不都是从护城来的吗？60年前的女人也照样穿旗袍呢。丽蓉看着眼前的洛星星，忽然有些怀疑，他该不会来自提倡自由民主的几十年前吧？他听阿奶说过，那个年代受过新式教育的男女，说话行事都特别自由奔放，就像现在的洛星星一样。洛星星也听出了他的话外之音。60年后的女人也照样穿旗袍。丽蓉的眼神变了，她也听出了言外之意。难道他来自60年后？60年后的华国是什么样子？是不是已经成了军事强国？可这么敏感的问题，他未必肯说，太危险了。哥，该走了，再不走就得留下来吃饭了。我先走了。喂，等我满18了，去找你啊。好，嫂子，我们走了。嫂子，回见。哎呀，我不是。洛星星刚想反驳，系统突然说了一句话，让他立刻改了口。再见，童子，你是说绑定丽蓉就能多刷积分？提升亲密度的话，积分会更丰厚。所以你们这绑定和那种缠人的病毒差不多。宿主能不能换个好听的比方，比如像铁饭碗的工作那样，不都是一个意思吗？那我能多绑定几个男人吗？只能绑定1个，而且是终身制。不过宿主可以多生几个有血缘关系的孩子，同样能绑定他们。万一那男人不行了，我不得守一辈子活寡？商城会开通壮阳补肾的药丸，就算你男人80岁，照样龙精虎猛。第2天，孙庄大队长亲自赶了10头羊，7头大的，3头小的，大清早就赶到了农场。骆同志，这是孙家赔的羊，您点点数。我要的是8头，你送10头来做什么？小的没多少肉，就多给了2头。骆同志，我想问您个事，成不？大队长语气恭恭敬敬的，毕竟没了组长那老东西压着，庄里人都得听他的，权力的滋味让他觉得特别爽。你直接说是。是这么回事，能不能让组长多修几年水库？无缘无故肯定不能让人修几年水库，除非他犯了错误，要是问题严重，枪毙都有可能。什么样的问题算严重？耍流氓、通敌卖国、嘎人，这些都挺严重的。流氓肯定没耍过，也没嘎过人，这个通敌卖国是不是就是汉奸？差不多，和迪特有联系也算。我不知道算不算。组长的2儿媳是外乡人，说是从南方过来寻亲的，长得挺俊，可生不出孩子，是从老大家过继的儿子。我总觉得这儿媳挺可疑的，不像普通人。这位2儿媳今年多大年纪？是什么时候来寻亲的？大概37、8岁吧。13、14年前刚入冬那阵子，她穿了件羊皮袄，腰细得很，还没我手腕粗，屁股圆滚滚的，看着就有弹性。你捏过？哪能啊！我听别人说的。有回大队放电影，放的是《铁道游击队》，蒋丹燕坐在我前头，那人坐我旁边，捏了他屁股好几把。我问他啥感觉，他说弹得很，比他媳妇的还弹，就像灌了水的猪尿泡。这些细节就别说了，接着讲那位2儿媳的事。
我刚说到哪儿了？对了，蒋丹燕长得特别俊，腰细得很，屁股圆滚滚的，皮肤白得像雪，大眼睛水灵灵的，小嘴红扑扑的，脸蛋也嫩得很，说话声音娇滴滴的，比鸟叫还好听，听着骨头都酥了。大队长越说越起劲，眉飞色舞的，眼睛亮晶晶的，还时不时用手比划几下。那天晚上，蒋丹燕睡在我家柴房，早上我起来去茅房，茅房就在柴房隔壁，正好看见她。她说自己刚死了男人，没儿没女，婆家欺负她，娘家也容不下她，来这边投奔远房亲戚，结果晚上没地方落脚，才睡在我家院子里。那他的远房亲戚呢？早就没了。蒋丹燕没地方去，就托我在村里给她找个男人，只要能让她有个落脚的地方就行。正好孙老二还没娶媳妇，他俩看对了眼，就搭伙过日子了。那你怎么不娶蒋丹燕？我早就结婚了。大队长又说了些蒋丹燕的可疑之处，比如生不出孩子，洗澡用香姨子，冬天抹面霜，洗头用洗头膏，喜欢做新衣服，从来不下地干活，家里的活也很少动手。除了这些，就没有别的可疑地方了。这些还不够吗？村里谁家女人要是沾了这些臭毛病中的一个，肯定要挨揍。要是全沾上，10有89得散伙。也就孙老二耳根子软，被蒋丹燕哄得服服帖帖的，连生不出孩子都还那么宠着他。我知道了，过些时候我去你们村看看。要是这蒋丹燕真有问题，他会怎么样？自然是。洛星星也急着摘下帽子，便让大队长先回村，自己稍后再过去。他直接去找了雷厂长。你出去做什么？没正经事可不许请假。肯定是正经事，我什么时候干过不正经的事？我去孙庄办大事。洛星星没提抓迪特，毕竟现在还不确定，不能乱说。孙庄还有什么事？不是都处理好了吗？厂长，咱们看问题不能只看表面，表面上矛盾是解决了，可隐患大着呢。孙庄的村民表面服软，心里未必服气。族长那老家伙在庄里威望高，关久了孙庄肯定又要闹。眼瞅着农场马上要丰收，与其夜里死守严防，不如从根上解决问题。您说是不是？雷厂长听得有些糊涂，具体的没听懂，但觉得这姑娘的话似乎有点道理。那你去吧，和孙庄的人好好说，以理服人。离开厂长办公室后，洛星星直奔孙庄找大队长。洛同志，你可算来了。你带我去见见蒋丹燕，见了她我就知道情况了。行。大队长领着洛星星来到溪边，几个妇人正蹲在那里洗衣服。那个就是……等会儿你就说我是你远房亲戚。婶子好，我洗个手。洛星星洗完手起身时，故意往旁边歪了一下，蒋丹燕下意识地扶住了他。小心点。谢谢婶子，刚才眼睛突然黑了一下。他刚才用了张10人卡，显示这女人的忠诚度只有10%，很明显她离摘帽子又进一步了。你这是贫血了吧？吃点红枣枸杞补补血。好，我回去就吃。谢谢婶子。咋样？人有问题没？还不确定呢，急啥？我再瞅瞅，总不能冤枉好人，也不能放跑坏种吧。洛星星没敢说真相，一是怕大队长这直肠子吓破他，二是怕打草惊蛇，他还憋着找蒋丹燕的同伙呢。大队长虽然很失望，但还是热情的让洛星星吃了饭再走。但洛星星拒绝了，因为他得赶紧回农场给丽蓉打电话。厂长，快借我用电话，我发现迪特了，比兔子还狡猾。你确定？你咋发现的？男的女的？有没有同伙？人在哪？哎呀，厂长，你比我隔壁的刘奶奶还唠叨，一会儿再跟你细说。你先一边去，耽误了抓迪特，功劳可就飞了。丽蓉这边才接通电话，就听到洛星星兴奋的声音：我发现了一个迪特，100%确定，很可能还有同伙。老规矩，功劳咱们一人1半，咋样？我去找你。你抓紧点，挂了。丽蓉本来还想问清楚些，但还没等他开口，对方就挂了。听着话筒里的嘟嘟声，他不由笑了。咋样？迪特是不是藏在农场里了？用不用我把保卫科的人叫过来，保证把他围得水泄不通，插翅难飞？不在农场，这点小事我能搞定，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。嘿，你这小丫头片子，看不起谁呢？老子堂堂一个厂长，还能抢你这点功劳？我是担心你毛手毛脚，让那迪特跑了，到时候你哭都来不及。哎呀，厂长，我哪敢看不起您啊？您可是我的顶头上司，我能抓到迪特，还不是您教导有方，把我教得这么厉害？您就放心吧，跑不了。我又不是第一次抓迪特，上次火车上那特务还不是被我耍得团团转？那倒也是，你和厉同志需要帮助，只管开口。谢谢厂长。晚上7点，两人摸到了族长家后院，就是这家，估计睡了。突然屋里传出了悉悉索索的声音，还有说话声。大哥，你可算来了。老二刚去我那儿了，快，我等不及了。你急什么？我点个灯。点什么灯？月光亮得很，赶紧的，急死我了。这段内容粉丝不爱看，先跳过了。5、6分钟过去，屋里的两人总算安静了些。洛星星惊得险些叫出声，丽蓉反应极快，立刻捂住了他的嘴。还是你好，难怪城里的老爷都爱养小官儿。讨厌。对了，今天大队长家来了个远房亲戚，是个17、18岁的姑娘，身段还不错，就是脸有点丑，也不知道来这儿做什么。说不定是来相看人家的吧，庄里不少后生还没娶媳妇呢。你去问问大队长，那姑娘虽说脸丑了点，身段可真不赖。你大儿子不是正要相看吗？成，明天我去问问。对了，今天碰到你哥了，他让你得空去镇上一趟，说是有点事。知道了，徐是我老家那边有什么事，你明天再催催大队长，早点把爹弄回来，总关着也不是办法。怎么，你想他了？他难道比我强？瞧你说的什么话，爹在咱们家才能过好日子，你没看见这2天庄里人的脸色都变了吗？没过多久，孙老二回来了，兄弟俩各自回了屋。孙老二进屋后，两人又闹了起来。还是你厉害，你爹和你哥都不如你。
那当然。窗外的洛星星和丽蓉面面相觑，两双大眼睛在月光下满是惊诧。明天陪我去趟镇上，我哥找我有事。是不是基地又有什么好东西？你要不问问你哥，能不能把我也安排进基地？基地哪那么容易进？你也别往外说，要是让人知道我哥把食堂的肉弄出来，他的活就干不成了。知道，我肯定不说。那蒋丹燕有个哥在基地干活，肯定也是迪特吧？不会基地的机密都被他泄露了吧？我现在回去向上级汇报，剩下的事你别管了。那你可别忘了跟领导说，是我先发现的。忘不了，你的一半功劳肯定少不了。真没想到他是个男的，难怪个子那么高，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可惜他生错了时代。如果他生在60年后，会是什么样？要是在60年后，以他的容貌和取向，完全可以选另一种职业，每个月能挣不少钱，还没危险。60年后的钱那么好挣？啥时候的钱都不好挣，只不过蒋丹燕男生女相，又有特别的爱好，60年后的人特别吃这一套，宁可自己省吃俭用，也要把钱给他。那类人是少数还是多数？挺多的哦。平静的日子过了几天，丽蓉那边始终没有消息。洛星星渐渐有些沉不住气，打算打个电话问问情况。喂，你那边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基地那边抓了2个人，他们和火车上那伙人是一伙的，不过还有同伙在逃。你最近出行要多小心，他们很可能会报复你。不过你也别太担心，那些人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，一时半会儿查不到你这里。丽蓉怕他害怕，又特意安慰了他几句。别啊，你倒是可以透点风声出去，让那些人来找我报仇，到时候来一个抓一个，来的越多越好。摘掉帽子固然重要，但你也不能不顾个人安危。那些人潜伏得很深，而且个个都很凶残，你千万不能掉以轻心。我知道，我肯定会小心的。对了，我发现蒋丹燕的事，你上报了吗？已经报了，领导很重视，正在开会讨论怎么给你记功。那这次是不是能摘掉帽子了？不一定，但肯定离摘帽子又近了一大步，而且部队很可能会特招你。我能当文职兵吗？其他兵种太苦了，你知道的，我是个爱讲究的人，吃不了那种苦。你可以尽情展示自己的才华，底牌越多，才有底气提条件。我对敌人的气息特别敏感，如果对方是敌特，我绝对能精准识别出来。我会跟领导反映的，你多注意安全，有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。而此时，在县城郊区的一间民房里，几个男男女女围坐在一起，脸上都带着严肃的神情。到底是谁泄露了风声，接二连三坏了我们的好事？蒋丹燕藏了10几年，怎么会突然被人发现？是不是你们当中有人坏了规矩？此时说话的人正是敌特组织的负责人，代号明月。他的任务是破坏西北基地的秘密军工项目，为此策划了庆阳爆破行动。可惜还没实施就暴露了。我绝对没有，我是哑巴，一开口就会露馅，怎么可能泄密？我也没有，我和蒋丹燕联系过几次，她暴露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。可接连2次出事，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突然，门被推开了，一个伪装成老头的男人走了进来。一进屋，他就挺直了腰背，声音也变得年轻起来，和他苍老的外表完全不同。我托人弄到了白梅的遗言，她让我们小心一个年轻女人，那女人半边脸有黑乎乎的胎记。白梅正是火车上那个憨厚女人的代号。这个女人是部队的人吗？白梅没说。半边脸黑乎乎的，我想起来了，蒋丹燕出事之前，有个这样的女人去过孙庄。去查，就是这个女人害我损失了大半手下，还让我们像老鼠一样躲在这破房子里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都得把这个女人除掉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转眼到了7月下旬。洛星星刚从集市赶集回到半路，突然有位老头拦住了他。姑娘，要土豆不？自家种的，味道好得很。怎么卖？这一袋有60斤，8角钱行不？给你1块吧。谢谢，谢谢，姑娘你真是个好心人。可当老头伸出黑乎乎的手接钱时，洛星星瞥见他胳膊上的皮肤，心里顿时起了疑。大爷，您家住在哪个村？李庄的。李庄我知道，我邻居家的大嫂就是李庄的，不过她不姓李，姓徐，叫徐二凤。大爷，你认识吗？就在这时，洛星星用了一张食人卡。果然，忠诚度为0，这老头100%是敌特，来找我报仇的，避免打草惊蛇。今天先放你一马，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。这回要是能把余党一网打尽，应该就能摘帽子了吧？徐二凤，听着怪耳熟的。他爹叫啥名字？好像叫徐大虎。你说徐大虎我就认识了，一个庄子的，哪能不认识呢？说来说去都是熟人。大爷您上来坐吧，我回前进农场，顺带捎您一程。那感情好，谢谢姑娘，你可真是善心人。等老头坐上马车，洛星星便用了听心卡。又丑又蠢，白梅居然落在这丑八怪手里，真是个废物。可惜老大不让私自动手，要不然现在就弄死这丑八怪，得赶紧回城跟老大汇报，抓紧时间处理掉这丑八怪。李庄和前进农场不是一条路，到了分岔口，老头主动要求下车。谢谢姑娘，以后来李庄玩啊。好嘞，大爷您慢走。等洛星星回到农场，就急急忙忙给丽蓉打了电话。你们那边有内鬼，我已经暴露了，那些人找上我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对方老大不让他私自对我动手，所以他只能先回城汇报。我晚上过去。丽蓉在电话里没多说，挂了电话后便去找崔副军长，申请对洛星星进行保护。随后他带上周小红和牛八斤，换上便装就去了前进农场。当晚，洛星星独自巡逻，路过一片玉米地时停了下来。谁？给我出来！没一会儿，一个女人畏畏缩缩地走出来，手里还提了个篮子，里面装着10几根成熟的玉米。我这是第1次，同志，求你饶了我吧。都像你这样，农场还怎么经营？就你一个人吗？洛星星板着脸训斥，同时已悄悄启动了大力卡。
就我一个，同志，求你饶了我吧，我家里孩子生病了，求你就饶我这一次吧。但他离洛星星越来越近，眼中的杀意也越来越浓。同志，求你可怜可怜我们孤儿寡母，家里等着这点粮食下锅呢，求您了。有困难就去找你们大队领导，偷东西可不行，跟我走一趟。就在这时，明月突然起身，手中匕首寒光一闪，朝着洛星星的心窝刺去。好在洛星星在明月发动时，他就侧身避开，再一脚踢过去，明月重重的摔在地上。你怎么发现的？因为附近村庄的人从来不在这个点偷粮食，你太蠢了，处处都是马脚。他准备咬碎牙齿里的毒囊自尽，但下颚传来剧痛，他的下巴被洛星星卸了。是不是想咬牙齿里的毒囊自尽？省省吧，别在我面前耍小心思，你要干什么我全都知道。突然，玉米地里传来哗哗的响，伴随着打斗声，很快丽蓉押着个老头走了出来，正是前几天卖给洛星星土豆的那人。里面就这一个。这女人刚刚要服毒，被我识破了。你比我想象中的聪明。想知道他们同伙在哪儿吗？你有办法？那当然，我可是有点本事的。洛星星默默点亮听心卡。听好了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把你们同伙的藏身处说出来。丽蓉很想提醒他，这女人下巴都卸了，就算想招供也说不出话。幸好没让老三和老四过来，他们在县城起码暂时是安全的，等风声松点就能逃出去了。我猜他们的同伙肯定还在城里，走，进城。他怎么知道的？那女特务明明没开口啊！进城后，洛星星刻意停下，对明月开口道：“你们的同伙肯定藏在县城里，让我猜猜，应该在城东吧？”准是在城东，他刚才慌了神。算你聪明，哼，走，往北去。哎，不是说去城东吗？去城北。可那娘们刚才明明慌得很啊，连你都能看出来的慌张，你觉得会是真的？哦，对，我娘说过，拿不定主意的时候，跟自己脑子里想的反着来准没错。明月脸色微变，额头渗出冷汗。丽蓉瞧出她的慌乱，便知洛星星猜中了。我不仅知道你们还有2个同伙，还知道是一男一女，现在就在城北，说不定是那间房，也可能是隔壁那间。城北就这么大，就算一间间搜，也费不了多少功夫，你的同伙跑不掉的。不能慌，老三和老四在街坊里名声好，住了10来年，身份资料也干净。我跟老三约好了，要是天亮我没回去，他们就照常去早餐店上班，只要沉住气，肯定不会出事。城北就一家早餐店，还是夫妻店，随便找附近住户打听，就能知道他们住在哪儿。你怎么猜到的？我有神通呗，等咱们成亲了再告诉你。好。完了，这下要全军覆没了。我总觉得心里不安，老大和老六该不会出事了吧？呸，别乌鸦嘴，老大和老六肯定没事。收拾完几名敌特后，丽蓉带着洛星星来到了崔副军长的办公室。崔副军长，这回能给我摘帽子了吧？摘，肯定摘。不过你爷爷奶奶的帽子暂时还摘不了，还需要进一步调查。谢谢崔副军长。摘了帽子，你就能回护城了，随时都可以走。崔副军长，我爷爷奶奶还在这儿，我想继续留下来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你的情况特殊，组织会考虑你的意愿。不过西北农场的条件可比护城艰苦多了，你真的想好了？而且你立了这么大的功，按规定可以申请更好的安排，比如去省城或者回护城分配工作，总比在农场种地强。我知道护城条件好，可在西北待久了，早就习惯这儿的日子了。农场的土地、空气，还有雷厂长他们，都让我觉得踏实。再说爷爷奶奶年纪大了，身体又不好，我留在身边能照应着。而且我这点本事在农场也能派上用场，帮着抓敌特、盯不老实的人，也算为国家做贡献嘛。省城和护城再好，对我来说，哪有家人和熟悉的地方重要呢？好个有担当、重情义的姑娘，你的心思组织明白了。既然你坚持留在农场，那组织尊重你的选择。明天我会派人去农场宣布你的平反决定，你的黑五类帽子将正式摘除。另外，考虑到你在此次抓捕敌特行动中的突出贡献，部队研究决定特招你为军区文工团文职干部，享受相应待遇。真的，我真能当文职干部了。谢谢崔副军长，谢谢组织。这都是你自己努力换来的。记住，到了新岗位，要继续发挥聪明才智，为国家和人民多做贡献。我一定不辜负组织的信任。骆星星同志觉悟高，多次立功，为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。经组织研究决定，撤销骆星星同志的走资派成分。谢谢组织的信任，我以后一定再接再厉，为国家贡献一生，刀山火海，赴汤蹈火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转眼就到了除夕夜，骆星星脸上那片黑乎乎的印记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整个人亮得仿佛会反光，晃得丽蓉眼睛都快睁不开了。结婚报告老崔已经签字了。这么快？老崔干活向来麻利。丽蓉嘴角微微上扬，没提自己天天跟在崔志国屁股后面催，连对方上厕所都跟着。崔志国烦不胜烦，骂骂咧咧的签了字。那我们结婚要办酒不？当然要办，不办酒算什么结婚？酒席我都安排好了。那到时候我从商城里弄些水果糖、香烟和肉就行。等等，啥商城？咱们这个年代还有商城？供销社我倒是熟。骆星星将系统和商城的事告诉丽蓉，丽蓉听完后沉默了很久。不管你是哪来的，身上带啥奇奇怪怪的东西，你是骆星星，这就够了。对了，婚纱呢？我想穿婚纱。这上哪弄婚纱去？商城里有啊，白色、粉色都有，蓬蓬的，可好看了。到时候我穿婚纱，你穿军装，肯定特别般配。
好，都听你的，你想穿啥就穿啥。正月初6，民政局一开门，两人就风风火火地冲去领结婚证，生怕晚一步政策就变了。恭喜你们结为革命伴侣，希望你们婚后好好学习，共同进步，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，早生贵子。现在的结婚证居然跟奖状似的，哦，那以后的结婚证是什么样子？是个红色小本本，得贴2人合照，婚前还要做婚检，要是查出遗传病或传染病，能及时规避风险。这个规定挺好。也就那样吧。你以前结过婚？他对洛欣欣的过去生出几分好奇，主要是想确认他是否有过婚史。结了怎样？不结又怎样？没结的话，当我没问。要是结过，我想打听下你前夫是什么样的，我跟他比，是不是更优秀些？来这之前，我刚结婚3个月。洛欣欣故意编了个不存在的丈夫，就为了逗他。他是做什么的？和你一样是军官，身高1.8米，帅的没话说，做饭堪比大厨，家务还全包，几乎十全十美。我1.82米，也帅的没话说。那做饭呢？怎么不说了？人哪能十全十美？你该不会是瞎编的吧？你做不到，别怀疑别人不能做到。我前夫就是这么厉害，小子还得加油啊！丽蓉往他碗里加了菜，毕竟一会儿要干体力活，得多吃点。咦，你要干嘛？为社会主义人口建设做贡献。你可真不正经。食色性也，人之常情嘛。两人把饭菜都吃光了，在县城最好的招待所开了间最好的房，一晚3块钱，房间挺干净，还有热水洗澡，他们都挺满意。咱们下一步干啥？先洗澡啊，电影里都这么演。第2天中午，两人是被饿醒的。吃过饭，丽蓉送他回了农场。快到农场时，他掏出一张存折，这个给你。4200块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我进部队就是连长，还有执行任务的奖金，部队里花不了多少钱。而且阿奶总担心我在部队饿肚子，经常给我钱。可办喜宴得买东西，咱们可不能办得太寒酸，让人笑话。这钱你先拿着，等办完事再给我。我已经取了200块，办就足够了，你拿着吧。好。欣欣，证领好了。丽蓉呢？她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？回部队了，还有不少事没处理完。你昨晚去哪了？大姑娘家夜不归宿，要被人说闲话的。洛欣欣直接掏出结婚证，在他眼前晃了晃。看清楚了，我现在结婚了，这是我娘家，以后我就偶尔回来住住。那你以后都不回来了？看心情，谁要是惹我不高兴，我就不回来。你以后在家少说话，一天到晚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。你那么闲，不如给欣欣绣些枕巾枕套，她结婚后能用，不想干活就闭嘴。活了50、60岁，还不如10几岁的丫头明事理，你真是白活了。知道了。转眼到了成亲的日子，丽蓉牵着洛欣欣的手从屋里走了出来。新娘子真漂亮，新郎官爷也表人才。丽蓉和洛欣欣一同向老两口深深鞠了一躬，准备启程回部队。2辆吉普车缓缓驶离，身后的鞭炮声依旧不绝于耳。部队的酒席安排在晚上，总共摆了15桌，菜肴十分丰盛，猪羊鸡鸭一应俱全。这些肉都是洛欣欣从系统商城买的。丽蓉对外却说是托人在乡下采购的。60年代的婚礼同样热闹非凡。崔志国作为证婚人上台致辞，送上了一段真挚的祝福。随后，丽蓉也分享了2人的恋爱经历。小丽、小洛啊，可得抓紧时间，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，也早点添丁进口。一会儿就去努力，精忠报国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报告崔副军长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夕阳西下，婚礼在欢声笑语中落下帷幕，而洛欣欣与丽蓉的新生活才刚刚拉开序幕。不久后，两人回了一趟护城的刘家。阿奶，阿奶，你们回来怎么不提前打个电话，好让我提前准备好饭菜啊？家里有什么就吃什么，咱们又不是外人。那可不行，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肯定得做些好吃的。现在还早，我去菜市场买些菜，你们在家等着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对了，你们想吃点什么？清蒸鱼就好。丽蓉特意选了道简单的菜，毕竟天气这么热，做饭实在辛苦。阿奶，菜市场有没有臭苋菜梗啊？我突然想吃这个了。你最近怎么总爱吃这些带点臭味的东西？我一直都爱吃啊，又不是突然爱吃的，在西北想吃都吃不到，回来了肯定要吃个够。那你还有什么特别想吃的？现在就馋臭苋菜，要是能配上卤汁炖臭豆腐就更完美了。市场里估计买不到现成的臭苋菜，不过可以买苋菜杆回来自己做，几天就能发酵好。阿奶，您会做吗？我老家就是少城的，当然会做了。这东西简单的很，我教你，就是不知道菜市场有没有苋菜杆卖。刘太太朝洛欣欣肚子看了眼，转身出门买菜去了。晚餐很丰盛，刘太太厨艺很好，每道菜都很美味。臭鳜鱼摆在洛欣欣面前，刘教授和丽蓉连筷子都没碰，刘太太只夹了一筷子，剩下的都是洛欣欣吃完的，连汤汁都被她拌饭吃了。真好吃，还是阿奶做的饭最对胃口。喜欢吃就多吃点，明天我再给你做。吃过饭，丽蓉抢着去洗碗，刘太太则拉着洛欣欣到一旁说话。欣欣，你的例假是不是推迟了？被刘太太这么一问，洛欣欣才猛然想起自己的大姨妈确实晚了好几天。
好像是推迟了。你上一次来是什么时候？好像是6月份。明天让阿荣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。你们也太不上心了。干嘛要去医院？我身体好得很，能吃能睡的。你例假都推迟2个月了，这是怀孕了呀，傻丫头！阿荣，你过来。欣欣，例假推迟2个月了，你一点都不关心，以后可得细心点儿，家里的活儿要主动干，记住了吗？两人面面相觑，最后眼神里只剩下茫然和无措。我可不想生孩子，就我这火爆性子，保不齐哪天就把孩子打坏了。我也怕自己控制不住脾气，搞不好是阿奶搞错了，或者是水土不服导致例假推迟，肯定是这样。实在不行，孩子生下来让你爷爷奶奶带，那不得养出个废物来？要不到时候寄回护城，让阿奶和阿爷带，他们以前带孩子就挺有经验的。阿爷阿奶都一把年纪了，你别折腾他们，谁生的孩子谁自己带。行，我回头向阿爷取经，不就是养个孩子吗？跟养小猫小狗差不多，应该不难。第二天，两人从医院出来，手里攥着检查单，结果栏里明明白白写着怀孕9周。检查结果怎么样？已经2个月了，医生说情况挺好的。那就好，你以后可得当心，千万别累着自己。两人准备启程回西北了。刘太太给他们收拾了不少东西，一坛子臭苋菜，一坛子臭鳜鱼，还有其他吃食。小孩的尿片和衣服我都会准备好，到时候寄给你们。阿荣，你一定要照顾好欣欣。阿奶，你放心，我会的。阿爷阿奶，你们也照顾好自己，快回去吧。和2位老人道别后，他们去了军用机场，当天下午就抵达了西北。丽蓉整理好东西，便去找崔志国汇报工作了。我说阿荣啊，你能不能消停会儿？这走廊都快被你踩出坑了。欣欣在里面有医生护士看着，能有什么事？你一个军人，这点定力都没有。站着说话不腰疼，里面躺着的又不是你媳妇。洛维安刚要回队，产房里突然传出2声清亮又中气十足的婴儿啼哭。没2分钟，护士抱着2个裹得严严实实的小襁褓走了出来。恭喜，是2个男孩，哥哥4斤6两，弟弟4斤8两，都非常健康。护士同志，我媳妇怎么样了？她有没有事？产妇一切都好，就是生孩子耗了些力气，这会儿累得睡着了。你们放心。虽然护士说没事，但丽蓉心里还是7上8下的，恨不得立刻冲进产房守着洛欣欣。护士笑着把怀里的2个小襁褓塞到了2人怀里。哎呦，看看我们这小家伙，长得真精神，这眉眼妥妥随我们欣欣。我怀里这个也好看，眼睛随我媳妇，鼻梁随我，以后肯定是个帅小伙。你快拉倒吧，俩孩子长得一模一样，你能分出啥来？还有你那抱孩子的姿势，跟抱个即将爆炸的炸药包似的，别吓着他了。你懂什么？这玩意儿比炸药包金贵多了，炸药包炸了我能扛，这小家伙摔了，我媳妇能扒了我的皮。洛欣欣醒来时，天已经黑了。醒了，渴不渴？饿不饿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你这嘴跟机关枪似的突突个不停，让我先喘口气行不行？丽蓉立刻收了声，麻溜倒了杯温水，小心翼翼扶他起来喝了2口。慢点喝，不着急。孩子呢？在旁边睡着呢，俩小子乖得很，就醒了哭了2嗓子，为了点糖水就睡了。要不要我抱过来给你看看？不用了，等他们醒了再说，还能跑了不成？恭喜宿主完成人生重要里程碑成就，孕育新生命，奖励宿主积分1万点，系统商城等级提升至3级，同步解锁专属母婴专区，全阶段育儿知识库，婴幼儿营养配方大全。有了系统加持，看来这2个小家伙的到来倒也不全是麻烦。怎么了？突然笑这么开心？洛欣欣也不瞒他，把系统的奖励小声说了一遍。我就说嘛，我媳妇运气就是好，以后有我呢，再加上你的金手指，咱们这俩小子肯定能养得白白胖胖，聪明伶俐。从此以后，两人不仅把小家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更在事业上强强联手，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，成了军营里人人称羡的模范夫妻。